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潘达 TV37以及 FM90.6正在直播的整点新闻。今天是2019年8月22日，星期四，农历7月22。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新西兰方面的最新消息。网上叫卖基督城枪手宣言，一本只要6纽币。在一个实时通讯加密网站的极右公告栏，这份早就已经因为种族歧视因素被禁的宣言，售价为4美元。今年3月15日，基督城恐怖袭击案嫌疑人开枪夺走了51条生命之后，发布了这份长达87页的宣言。这份文件后来被发布在某些网站上。新西兰首席审查官已经将该宣言归类为不可传播的信息。这意味着，如果任何人在新西兰传播这份文件，都最高可面临14年的监禁，或者1万纽币的罚款。就在这名恐怖嫌疑人28岁的澳大利亚男子在奥克兰安全等级最高的监狱中等待审判之际，煽动性文字却在乌克兰一个极右的网站上传播。目前刊载宣言的频道订阅数已经突破了1000人。对此，总理简辛达表示，这种行为简直是可以用下作又恶心来形容。但文件是在其他国家出售，新西兰并没有直接的管辖权利。警惕这名性侵嫌疑犯罪风险极高，而且携带 HIV。下月，新西兰一名高危险的性侵犯罪分子将刑满释放。评估显示，这名犯罪嫌疑人并未改过自新，再次犯罪的风险极高，很有可能再次对儿童实施性侵。更令人担忧的是，他还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惩教署将对他进行为期7年的严密监控。在2010年，因为18项性侵儿童罪名成立，被判入狱9年，其中包括1项强奸罪名。这名惯犯早就在2005年因为2项性侵儿童罪名被判入狱，还有3个星期他将刑满释放。奥克兰高等法院法官准许他的监视期延长为7年。按照这份监视令，惩教署可以密切监视他，包括要求他定期向缓刑官报告，限制他从事的工作以及居住地点，监禁他与特定人群交往，很有可能安装 GPS 监控装置。加油站表示并没有赚取不合理利润。新西兰商业委员会昨天公布了一个初步报告，称新西兰居高不下的油费很大程度是因为新西兰市场缺乏足够的竞争力。报告指出，新西兰燃油公司的利润不合理的高，与此同时，新西兰人却需要承担比大部分 OECD 国家都高的油费。新西兰最大的本地燃油公司 Z Energy 做出反击，首席执行官表示，他欢迎这样的报告，但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数据以及使用的方法和数据来源。他说，鉴于 Z Energy 在新西兰的投资力度以及公司需要承担的风险，他认为 Z Energy 的利润非常合理，没有过高。同时，这位首席执行官还表示 ，Z Energy 赚取的每一分利润都是有据可循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组国际快讯。一持枪人员在巴西劫持18名乘客的大巴被击毙。当地时间8月20日清晨，一名持枪人员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大桥上劫持了一辆大巴，车上有18名乘客作为人质。男子自称是为前军官，要求司机将车开往里约热内卢。劫持过程中，还将一段燃烧物抛出车外，威胁要点燃大巴。随后，警方封闭了大桥，将枪手击毙。阿富汗独立日当天，东部城市发生了14起连环爆炸案件。当地时间8月19日，阿富汗独立100周年纪念日当天，阿富汗东部城市广场、集市、餐厅等公共场所一连发生14起爆炸事件。该市卫生部门称，已经造成了123人受伤，尚未接到死亡的报告。目前并没有组织宣布对此事件负责。菲律宾爆发大规模登革热疫情。8月6日，菲律宾方面宣布在全国范围内爆发登革热疫情。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不要走开，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朝闻天下。首先，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国际方面的最。
大家早上好，欢迎回来。您现正在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e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今天我走运动风，其实是忘带了西装。我今天是特意不穿西装，为了搭配你这个运动风。哎呦，我觉得我自己老了，你知道早。你说我们是不是有一种温水煮青蛙，然后要让观众一直适应？没有，我还是那个会注重一下着装的。但是如果明天周五嘛，然后明天周五，如果我要穿休闲点，你就算带了西装，你也不能穿啊，对你也不好意思穿。你这个你要跟我那个，你知道事先的通好气儿。你知道男生啊，就比如说我今天真的是忘带西装了，但好像这个上镜还可以，比我想象当中的还好一些。其实他本人不是长。你一会儿播，我跟你讲，一会儿你播天气预报的时候你就穿帮了，你现在看起来没什么。今天我拒绝站起来，你去播天气预报。对，真的，你一会儿播天气预报立马穿帮，然后你整个的裤子啊、衣服啊搭配全部包裹。好了，不说这件事情啊，就说这个啊，我是说你如果要是穿休闲的衣服，你看女生和男生啊就是这样。比如说，你像你今天为了配合我，你可以把西装外套脱了，你里面穿的是衬衫。如果你哪一天想说什么？不是你哪一天如果说你突然间洗衣机说你要穿休闲的，但你里面穿了特别正式的，这个事情是不可以的啊。好了 ，anyway 了，那么今天早上当然也为大家呢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新闻的内容。我们一会儿啊，在7点20分左右的时候会进入到国际新闻的部分。那么在我们说具体新闻之前呢，其实我昨天看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跟大家来分享啊。它是什么呢？它算是一个新科技，但是这个新科技呢，我不知道作为我们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人会不会接受。好，因为现在你知道有很多新的科技啊，包括很多新的出来的名人，其实我们都已经有点没办法接受了。名人我早好像就已经跟不上了，我好像从一开始就没有跟上过。那你说好，你先说完你的科技来。这个科技是就这样吧。我问 Damien， 如果你可以知道在未来的5到10年当中你会不会死亡，很准确的，大概有90%的准确率，你想不想知道？我之前跟你讲过这件事情，我连体检我都不敢，我还知道我会不会死。不是，就是你说任何情况的，还是受身体健康方面的？身体健康方面不要。不是我支持这项科技，因为我相信大部分很多人都想要知道。我连体检都不敢去的人，咱们是不是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是想知道谁想知道这件事情。很多人，我看完了之后，很多人，我自己也不想。他想没有，他是说他只会告诉你怎么死，什么时候死，还是说他会告诉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其实它这个科技是这样的，它就是呢可以测出，现在已经准确到就是10年之后就没有那么准了，但是也可以测。它现在只是说呢5到10年当中这个准确率大概可以接近90%到87%、89%之类的。然后就说呢你5到10年之后会不会因为疾病，但是什么病会告诉你吗？那肯定会了，要不然它怎么能测得出来呢？好，那我愿意知道。可是你愿意知道之后，它的这个可是不是说你去治疗，那你去看病的话，那我知道了，我会在这方面死，我不现在开始保养吗？就证明你现在身体已经那一部分有问题。对，要不然它不至于到5到10年之后确定你会因为这个死，对不对？那就证明说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我跟你讲，现在要把这个讲得轻松一点，因为这个话题就有点沉重，但是我们现在态度要轻松一点。对，所以我就想把它延伸开。这现在的确就是这个科技问题，现在可以预测5到10年，背不住以后可以预测50年，对不对？不过，但是你知道有一点问题啊，就是说，之前我们经常说老人如果知道自己生了重病，他的整个心理状态就会越来越差。所以说这件事情啊，其实很多他以后可能如果他有天普及了，他是不是会先用在医院里面，或者比如说你的体检上面？那你说很多人去体检，我本来是抱着一个就是去体检的心，然后结果给了我一打击。还有很多，你看以前啊，早些年在中国那时候癌症这个词还没有那么的普遍的时候，大家只要听到就吓死，听到你就已经吓死了，对不对？你就觉得我人生中没有任何希望了。其实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不是以前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过这个嘛，我就说男生不应该这么不负责任。我当时是用这个口吻说的，我说你去检查身体，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你也是为了你的家人。因为现在真的就是随着医疗的这样的一个进步，很多疾病如果你发现的早，是完全可以治愈的。所以我当时还在不停的劝大家，或者是我还在跟男性，尤其是男性居多，就说大家不要去害怕检查身体，你要去怎么样。但是当我看到这个科技之后，我又觉得自己在你又有点害怕了。就是如果要是让我知道
可能我也不想知道。比如说，你看现在啊，你觉得，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身体哪个部分不好，我知道我几个部分不好，但是你还有几个部分？对对对，我有几个部分就是我自己知道身体不好的部分。然后，但是你说如果突然有一天，你是说比如说那个脸有点圆，或者是肚子有点大，这种不好吗？对，比如说你说三高啊，然后还有你三高？没有，我就比如啊，比如说，因为你刚才说胖嘛，胖就是你关联到三高这方面。你说三高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对吧？因为它至少说你这个心血管方面不好。然后呢，还有比如说。我常年因为一直在做这份工作，当然不是这个主持这份工作啊，是说以前一直在做那个市场和活动这份工作，没日没夜，我吃不上饭，我胃特别不好，我每天就会经常就是在胃痛挣扎。然后呢，比如说还有就是男性朋友，我觉得这件事大家不愿意谈，但是很多人男性在一定岁数以后的某些身体器官会不好，就比如说肾脏啊、前列腺呐、膀胱啊，这些都不会不好。其实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是。然后，但是你现在告诉我说，你可能在比如说多长时间后，然后现在不是那个什么前列腺癌什么这些都很严重吗？你说你会因为这个然后怎么死掉？那我可能我现在就我现在整个人就不好了。所以说我就在想，以后这个科技一定是，这绝对是不会跑得了的，就是以后的科技一定会可以，比如说测得出来你的寿命也许在什么年龄，就根据你现在的身体的一个状况，然后甚至是说，比如说确定你在20年，或者以后可以说你是在30年甚至50年之后会因为什么疾病怎么样，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应该提早知道？就有的人，比如说就是举一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看电视剧、看电影、看书，很多人是愿意看到了结尾之后再回去看过程，但有的人是死活，就像剧透说，对吧？怎么样的那个一样的，就是你不要剧透，对，我要感受不知道那个结局的过程去走到最后。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要是跟自己相关的、跟身体相关的，你会想知道到底哪里是结局，然后你更好的去安排你的生活，还是说也是很惧怕知道结局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做结局？不想讨论这个话题了，这不很沉重吗？有点沉重，我在我角度上来有点沉重。这关键问题是现在还没有出现嘛？但是你说它已经有这个趋势了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会是变成但是你也不好说。你看现在不是就有那个测 DNA，就非常普及了。这个我都有点。你测过吗？我没测，我很想测哎。但你要测中国那种。就是中国有一些是专门测中国人，就是我测过啊，然后就是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牌子，刚开始最早做的，在纽澳地区都特别出名，然后很多这个 OE 大家都在做，然后我当时做完了以后，然后他就说有99% Asian， 就 Asian 然后就没了，对，因为人家可以猜出来，比如说你是苏格兰啊什么这些东西，人就说 Asian， 然后就说好。但这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他说99%，然后他就说你有80几%，然后是 far north of China， 然后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7点15分了，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开始进入到新闻的内容。
FM9018。早上的7点18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一个路况的信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天太堵了，所以路况信息图已经崩溃了。所以今天早上新西兰交通局的网站上全绿，你说大家认为这件事情可能吗？所以我只能不按照这上面来说了啊，我就把 Google Map 打开，跟大家来稍微看一下整个交通的这个路况。如果要是正在走在高速公路上的朋友呢，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外边雨很大，各个地方呢反正雨量不一样，但是反正大部分的地方都在下雨，开车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注意驾驶安全的，保持好车距。那么下雨天在新西兰意味着什么？就是大堵车。大家开车的这个状态都不是很正常，所以呢，如果要是这个在开车的朋友，今天每一条高速上都是堵得水泄不通，基本上我现在整个已经看不到绿色了，在高速公路上，红色、应该说是黄色都很少，基本上都是黑色或者是红色交通拥堵的状况。首先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现在在 Papakura 经过塔卡尼尼这一段已经堵成了黑色大塞车，过了塔卡尼尼之后呢，是稍微有所缓解。那么接下来呢，差不多是从 Princess Street 从 Highbrook 吧，基本上就开始经过 Princess Street、Mount Wellington、Ellerslie、Greenland，现在全线都是在红色交通拥堵的状态。基本上过了 Greenland 之后，经过 Cabot Pass Road 再往市中心是差不多黄色车多的一个情况。接着20号高速也是非常非常拥堵的。20号高速呢，现在东西双向前半段，比如说在西向上 Lambie、Roscommon、Massey 到 Wormersley， 东向上 Marora 经过 Dominion Road、Hillsborough 到 Queenstown， 现在全线都是在交通拥堵当中的。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16号高速。16号高速呢，今天早上是在18号 Massey 这一个路口到 Lincoln Road， 现在是红黑相间的交通拥堵的状况。过了 Lincoln Road 之后到 Te Atatu 是短暂恢复了绿色的行驶畅通，但是过了 Te Atatu 之后，接着从 Rosebank、Green North Road、St. Luke's 一路到市中心，现在全线红色交通拥堵。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的方向上，今天早上的路况也是非常非常的拥堵，基本上我看到的是从前半段更堵 Oteha Valley 开始Greyview、Constellation Drive 这两个路口现在差不多都是黑色大塞车。过了 Tristram 之后呢，现在再往这个应该说是大桥方向走North Cove、Eastman Road 现在基本上也都是红色交通拥堵的状况，差不多要过了 North Cove 之后，上海港大桥才恢复绿色的行驶畅通，但是过了海港大桥之后，再往市中心又是一段的黄色车多，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路况不好，所以呢一定要早一点点出门。以上的路况信息仍然是 Honda 本田汽车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马上回来正式进入到新闻早餐的内容。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在的收听的是由Panda TV 37以及 FM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那么到了7点22分，我们开始跟大家来分享新闻的内容。我知道今天早上大家可能很难跟我们来互动，那不行就算了，就大家好好开车。你说新闻之前，我跟大家推荐一事儿，然后是让我最近挺惊喜的，你知道吗？然后其实昨天想聊这事儿，然后但是我跟你讲，昨天我忘了嘛。我昨天准备了一个话题，然后一坐到这儿忘了。他昨天早上就跟我说，我跟你说，我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说，然后我忘了，然后就一直在想，一直到结束你也没想起来。对，然后直到早上开场，然后我们俩没有话题生聊。然后是这样的，我因为我不跟你讲过，我是一个忠实的 Netflix 观众嘛，对吧？然后这两天不是说要涨价了吗？我还是续了，最后我不是一直要挟说我不续了，但是我还是续了。然后但是 Netflix 上最近更新了一批中国电影，是吗？对，然后这次更新的中国电影里面，其中的就包括了咱们今天说的中国五大中国5大电影中的流浪地球。哦，它翻译成英文版。真的有英文配音版的《流浪地球》，你说精不精彩？那是很精彩哎。然后，并且它不是那种像以前中国翻译制片那种配人家是真的带着情绪什么那种去配的，然后整个连环境音都有的那种。咱电视台播过一个《父母爱情》，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也是把那个电视剧
全部翻，人家是真的是配音演员配的全英文的哟，不是字幕哦，是配音哦，还蛮精彩的。因为当时你看前几年大家期待说这个《甄嬛传》。然后可以配成英文的，那你朗诵首诗，你给我翻译成英文没有？但是后来不就没有成嘛？对、啊，因为实在工作太大。但是好像《还珠格格》翻译成各个国家的有，对吧？《还珠格格》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播过嘛，收视率都还不错。但是现在就是《流浪地球》，然后它上了 Netflix， 然后这个新闻就说《流浪地球》将作为这个中国的这个科幻片以及中国模式的这个故事形态，然后让大家来了解，所以也是非常好，对，这也是为什么，因为很多在这边的人，大家当然了，我觉得大家肯定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都看过了，但是如果大家有这个 Netflix 的话，可以在上面搜一下《流浪地球》，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英文版到底配的怎么样，我觉得毫无违和感，你看起来就是跟那个好莱坞大片一样，当然人了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些人，但是我觉得很精彩，就是这个必定会是以后的发展的趋势。这算不算国际新闻？算吧，当然算啊。在新西兰这边啊，我曾经是去采访过新西兰的电影协会，当然就是负责所有新西兰就是当时在电影节的时候那样，是吧？然后呢，他们给我们一个信息，我觉得是非常的有价值的。其实可以跟，尤其是现在，比如说新西兰变成了一个拍摄的大家非常喜欢的基地，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跟大家分享也是很有意义。他说什么呢？他说中国的电影呢，在之前不是说它不好，只是它不太主流，不太了解或者是适应由美国创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模式，因为毕竟呢，我们就说这个电影业啊，你无论承不承认它是，因为它太商业了，就是好莱坞，而且它太成熟了，所以说呢，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它的这个拍电影的模式啊，你包括资金方面，包括就是整个流程，都是根据好莱坞来的，所以当时呢，中国是不太适应这个流程的，对，虽然不是说现在中国就 copy 这个流程了，但是他知道了。所以现在呢，它的很多的电影也好啊，拍摄的流程也好，或者是这之类的啊，就会逐渐的朝着好莱坞的那个方向，不是说靠近，它有自己的方法，只是说呢，他就说了中国模式的新科技电影，它去适应。对，然后呢，它会让你跟我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就是把这条线，然后用擦的模糊一点，对的，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好消息。我觉得这个是好消息了。然后，但是呢，这个就前两天我们不是聊到那个台湾电视剧，就说那个我们与恶的距离嘛。然后很多我说完这个以后呢，大家就开始讨论，就说，哎呦，台湾的电视剧现在拍的好有深度啊。然后，但是说为什么这个大陆的电视剧还在拍家长里短？然后我回去又针对这件事呢又搜了，因为我最近迷恋《小欢喜》这个电视剧，因为已经跟我那个安利了不知道多少次，我安利很久了。当然，这个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的故事。然后呢，为什么后来这个大家就来做调查？为什么现在比如说泰国电影、泰国电视剧、韩国电视剧、日本电视剧，然后台湾电视剧都拍得非常有深度、悬疑。然后，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整个篇幅相对来说比较短，他们一般情况下都在排在20集以内，然后日本电视剧那更别提了，可能10集、6集、10集那就是算长的了。然后他们就说他们会放更多的像电影模式去拍，但中国电视剧更起到的是一个陪伴作用。对的，它是让大家来放松心情的，而不是让你那个有这一个部分的悬疑电影、电视剧。然后，但是他就说，大部分主流的还是让大家来 relax。你看，其实你如果要这么想，去欧美的那些电视剧，虽然说它每一次可能没有那么长，可能20集，有的时候30集，但是它要是按季来，它一下子100多集，对吧？你像那个我们新西兰这边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 ，Shortland Street，那都已经都几百集了，所以说它也不是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人是曾经演过 Shortland Street。你说的太对了，真的，我身边就认识一个，我好多朋友啊。对，然后我没有看过。所以呢，就是每次出去喝酒都能遇到一个，就是你知道，大家就觉得他是名模，就觉得他是谁，你知道？但是新西兰人他就算是一个陪伴，所以真的是不太一样啊。说到这儿，我就在想，其实我们以后可以考虑在我们节目当中某一个环节去演状况剧吗？什么鬼？就是抽出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给大家推荐电影和书。可以啊，就比如说近期的电影，或者是前两天我不推荐了那个米歇尔·奥巴马的书吗？我看了。我正在看，是不是很好？还蛮好。就他的那个讲话的态度是平实的，而且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英文版。我一开始是有点担心看不懂，还蛮简单的，因为它是属于说话叙述类的。
而且是非常适合所有年龄段看的。他就是故意把他的那个 range 拉得比较宽，所以呢，大家如果要是比如说从来没看过英文书的。而且自己的英文平常交流也是没有问题的，那真的是可以去试试看，从这个挑战一把。不是很挑战，我讲真的还蛮好懂的，就不太需要。我们以后有一个环节就是读书分享，就给大家推荐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往这个早间新闻里面塞各种各样的环节，这不是挺好的吗？是吧？你说成天听世界上那些闹心的事儿干嘛呢？我昨天晚上还找新闻的时候而且张兰好，根据小娇规定的这个环节，小娇规定环节，那首先刚才我们已经瞎白活了一阵了，然后先跟大家来了解一下这2天世界上发生的事，新闻早知道。好，来第一件事情，昨天这个可以说是无论在主流媒体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华人的很多的平台上，大家都在强调这件事情，就是不要给陌生人开门。昨天呢是在北岸的这个 Beach Haven 这个区发生了凌晨被敲门的事件。那么这件事情呢是被一位奥克兰的妈妈分享到了社交媒体上之后，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回应。我一会儿在新西兰新闻的时候会跟大家来讲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在电台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开门一定要谨慎。大家要装酒店那种就是滑的那种，就是那个你能打开但是不能全开的那种。对，就带那个滑的那个。对，那个我觉得虽然很多人说没用吧，但是还是能保持一定的，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真的就是得看一眼嘛，对吧？你不然怎么样？还有他们说你去窗边看一眼，对。也可以，对不对？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来聊到这个话题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又聊到这个闹心的 Kiwi Bill 了。Kiwi Bill 又怎么了？又有一位 Kiwi Bill 的负责人辞职了，然后但是算离职，他就是 contract 满了，他就不续了，也不算是辞职吧。反正就是不干了。对，就是不干了。然后呢，现在政府的这个所谓的旗舰式的政策是真的有点悬呢，各方面这个重组说要重组还没开始，又一位负责人走了，离职了，不是走了不对啊，离职了，就离开这个岗位了。好，那另外一个呢就不想提他，你知道吗 ？Kiwi Bill 这个真的是一个死会，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啊。对，还有一件事情呢，昨天看到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新西兰的国家电视台 TVNZ。他呢，本来只是说有一份类似于像财政报告，就说这不快到，TVNZ 是国家电视台吗？不算完。你刚才的时候，感觉有一种鄙视的感觉。不是，你说它是国家电视台，它的确是国家电视台，可是呢，它是完全 commercial 的，commercial 私有化的。有政府持股的私有化公司嘛？对，但是它就是完全走商业路线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它的财政状况最新报表就说它的财政状况令人担忧，所以现在政府干嘛了呢？开始考虑要不要干脆就收回来了，100%国有 commercial 路线了。这件事情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探讨啊，就说新西兰应不应该有一个这样的电视台，没有广告。连中央电视台都是中央1套，然后都有广告啊，对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可是它的区别就在于它自己靠自己，现在收不上来钱，怎么办？好，那另外一条呢，就是刚才我们在整点新闻中也提到的，最近呢将会有一名儿童性侵犯刑满释放，大概在3周之后，然后并且呢现在依然把它定位为犯罪风险极高，然后并且法官呢也延长了他7年的这一个监管期。再令人可怕的呢是他在性侵的同时呢，其实他身上还携带了HIV 病毒，然后所以这个是相对来说大家现在比较怕的，也有很多人问说为什么他现在犯罪风险这么高，没有悔过，还要把它放出来。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来在新西兰新闻的时候说到这件事情啊。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先来说国际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新闻。那么首先第一件事情呢，我们来关心一下亚马逊丛林。对这件事情我看了之后，我真的是觉得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很痛心？你看今天我们俩特意绕开那些闹心事儿，然后这件事也闹心，但是亚马逊丛林这件事闹心呢，是跟气候变化以及人们对环境关心的这个程度有很大的问题。现在亚马逊着火已经3周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啊？他为什么就是说这件事情这么听起来说亚马逊的雨林
开始着火已经3周，如果它要是真的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就觉得应该很早知道。可是问题就是为什么最近可以说是这2天才爆出来？国家封锁消息了。对呀，你说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呢？是，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说现在亚马逊雨林大家都知道，这是世界上咱们地球上最大的热带雨林，也是全球最湿润的陆地地区。然后但是呢，在这个并且亚马逊雨林呢，制造了全球20%的氧气，供这个动物以及人类生活。是。但是在巴西的这个境内呢，最近的这个整个，尤其是全球气温升高，然后气候变化、干燥，然后导致了这么一个着火。但是也有现在人推测，是有人蓄意放火。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亚马逊的丛林已经着火了3周的时间，可是巴西一直在封锁消息，就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就是既然这个东西就是类似于像亚马逊丛林是属于我的国土范围之内的，那这件事情我说了算。那我究竟要怎么样去处理？我是一个紧急的状态呀，还是说我就先放任让它烧一烧啊？那是我自己国家的事情。可是现在很多外界就说，亚马逊丛林虽然在你的国土范围之内，但是它是全世界的，因为它起到的作用绝对不是仅仅对你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有作用。为什么大家就说他们会封锁消息呢？首先是在去年的1月份，巴西上任了一位新的总统，然后这个总统当时的竞选口号呢，就是说要彻底改变巴西的国家经济，然后让农民大干一场，然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然后让矿产资源充分显露。但是大家都知道，亚马逊雨林其实覆盖了很多矿产资源，然后天然资源以及包括林业资源。然后现在呢，它这场大火不是一直在烧。首先第一个是生灵涂炭，很多动物啊、动植物都已经被烧毁了。然后但是现在呢，他就说烧毁了，那就砍掉吧，砍掉，然后我们种地吧，然后正好这个烧毁了这个灰不是能做肥料吗？对呀。然后现在他就说了这个话，也是因为他说了这个话以后，让大家开始有阴谋了，这件事才被彻底曝光出来。然后很多人就开始阴谋论，说你再这么说，那是不是有人故意为之？是不是你放的火？当然了，这个不是，就是我们说这只是大家阴谋论的这么在说他。毕竟他的这个话说出来，还是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嘛。如果一般情况之下，那第一件事情要做的肯定是灭火呀，对不对？你要保护这个丛林啊。可是他说的却是那烧了就烧了呗，那我们就耕地了。然后说这个话的人呢，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方式是不合理的，你不可以去砍伐它。其实你应该它烧完了以后我赶紧种，这个才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生态维持平衡的一个观念。然后但是说出这番话的人呢，立刻就被开除了，立刻就被这个总统开除，然后并且就说他提供的所有数据，包括这个巴西雨林保护研究科学这个协会所有的数据都是假的。现在的这个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其实啊，我跟大家说，我还看到一组数据，也是跟亚马逊丛林相关的。据说呢，就说每1个小时，亚马逊丛林都会被砍伐1个游泳池那么大的树。每1个小时都有那么一大片的树被砍，缩小。对，当然了，它也是在不停的生长。可是你如果要是看树或者这种植被生长的速度和我们砍伐的速度，每1个小时1个游泳池的大小，这听着很可怕。现在就是怎么样说啊？因为今年不是那个西伯利亚、阿拉斯加都有这个野火嘛，然后你说现在连这个热带雨林那么多水的地方都已经烧到有野火了，然后大家就说了，说真正现在世界上的战乱比较可怕，还是这样的气候变化以及这样的或者是人为操作的毁坏资源比较可怕。所以这件事情当然是引发了世界各地的强烈的关注。但是呢，巴西我们也听到了，他总统的这个态度是非常强硬的，就是我们自己国土范围之内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但是外界就在说了，亚马逊丛林不只属于你，你给我听好了，只是在你那儿，不代表都是你的。这场大火目前已经造成了540亿吨的碳排放，然后也是整个对巴西以及整个雨林地区造成了很大影响。现在整个巴西全境都已经是一种中东的感觉，然后那不是乌云啊，就是浓烟盖顶，然后太阳泛红，那就是叫什么呀？就是霾呗，不是霾，它不是霾，它是烟，就是它就是烟，然后是有毒的烟。好吧，
反正这个事情我们跟大家说完了，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别去巴西呗，对吧？对，就巴西也别去了啊，是吧？现在没地方可以去了。南非、巴西都别去啊。然后日本、韩国也别去啊。最近也不是很太平。是，然后我们刚才就说回来，这个中日韩昨天终于会面了。中日韩昨天终于会面呢，然后我们果不其然，这个作为老大哥的中国，然后由这个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说了，来出面调停日韩之间的分歧，希望两国之间可以妥善解决。我们都说了嘛，在这件事情，虽然这个三边的会谈呢，就是外交部长的一个会谈，不是最高领导人，这件事情早就定了，所以是见是肯定要见的。对，所以说见完了之后，昨天我们就在讲说会不会调停，看来呢这件事情也是不得不做了。那中国站在中间，这幅照片就是非常明确的表示了昨天的一个状态。那么王毅直接就说了，他说呢，首先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走到今天是很不容易的。那么中国和韩国呢，其实也是关系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也是挺不容易的。是。那你们两边呢，你说隔着这么近，对吧？不要再闹了，我们自己呢这个区域范围之内共同发展，这不是对于以后我们提升国际的地位都是有帮助的吗？所以差不多得了。是吧？昨天这张图片一出来以后呢，大家要开始解读这张图片了。这还有啥可解读的呢？你看你都看不懂，对不对？为什么啊？当然这个我就说是大家网友之间的解读。然后在上一次的中日韩然后会谈的时候呢，你是说谁站中间吗？依然还是中国站中间。对呀，这有是，但是上一次中日韩会谈的大家握手的方式是这样，就是交叉握手。3个人交叉握手然后但是今年不同的点在于是日韩两边紧紧握住了中国的手。哎呦我的天，大家的网友的脑洞也不要太大呀。是，但是你说这件事情，你说你也不能怪网友这么想吧？那也是。然后当然了，一会儿我们会把这张图片啊，我们会分享到这个群里，让大家来看一下。如果大家没有看电视的人。但是就是说，现在可以看 YouTube 和 Facebook。对，可以看 Facebook、YouTube， 大家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上，然后搜索潘达 TV37就可以看到了。以后就是不分享图片，你要想看直接要进 YouTube。那你说这张图片是不是我们现在就看到就是这个状况？你要真的说现在就是日韩握住了中方的手，哎，真的是，对吧？而且还是紧紧握住，双手握住。之前是交叉，然后大家说好，那上次不也说了吗？上一次的这个中日韩会谈是主要是维持地区稳定以及经济发展，然后但是现在怎么样了？地区经济不稳定了。现在不仅仅是经济不稳定，对啊，整个都不稳定，然后大家撕破脸的撕破脸，然后就是老死不相往来的老死不相往来。所以现在呢，就是昨天啊，首先这幅照片就体现了昨天发生的一切。那么就跟大家呢也来稍微说一说，当然具体的内容到底谈到什么，反正就是那些话呗。对，我们不要闹了。具体人家谈出什么细节也不会告诉我们的。对。所以呢，你说真的能不能够就是一个双手一握住了中国的手，他们俩就和好了，那也是不可能，对吧？对。所以我们就继续来关注。那么除了我们看到这些外长互相握手、互相谈，然后中国在中间协调之外呢，当然整个的行程当中也有很多的其他的有趣的亮点。对。比如说日本的外相就去访问了长城，而且呢还晒出了自己与华春莹微笑的自拍。对。这张吗？是这张吧，反正2张。其实就是说，这是上一次的。这是上一次的。然后刚才那张呢是今年刚拍的。你发现手机的整个像素也提升了不少。然后他就发出了这个首先是第一个，就这个河野。姐的胸花好漂亮啊！珍珠项链也蛮美。就很有气质啊，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一直说这个日本外相的这个河野太郎，然后就是非常的觉得这个华春莹，他评价华春莹啊，就说华春莹是一个幽默风趣，然后又识大体的一个女人。其实我觉得可能是真的是华春莹的这个风格感染了她本身。然后她发出这个照片以后呢，其实有很多日本人就在说其实华春莹只是一个中方政府的发言人，然后你作为一个日方的外交部长这样的一个级别，你是不是有自降身段？人家现在是新闻司司长哦。对，但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嘛，对吧？然后他就说你是自降身段，然后跟这一个地位不对等的人来谈。然后但是呢，河野太郎就直接回复了，说首先华春莹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中国女士，然后并且他说
还有人怎么还会有人在拍照时考虑对方的级别，真的不嫌累，就怼回去了。其实这个就是私人的一张照片，你说这有什么级别不级别的呢？对不对？对，其实这也不是官方站在旗前边握手照片，对吧？然后不是很多日本网友就说嘛，就说这个说华春莹的这个笑容很美，然后就说整个这次两个人都笑得很开心，相对他们来说谈的可能也不错，然后又是老朋友。其实你想想，现在的这些外交部的发言人他们的那个思维那真的，你想想他们那个话是没办法准备的，他不像你说这个发言稿，对吧？或者是说，因为你不知道媒体会问什么，尤其是你要面对的是西方媒体，那去那儿的媒体真的是要拿到一些实料的，那也不是一般人啊，那谁会？你知道，那要派到中国去，还是直面外交部的，那也不是一般的记者能够去得了的。那他们的那个应对，这个思维真的不是一般人的。然后当然了，这个河野太郎呢还去登了长城，然后这也是呢他首次然后拜访中国，然后登陆长城，然后呢他去了在北京的这个古北水镇，然后登长城，然后呢他还用中文写出了不到长城非好汉。对于日本人来说写中文应该不难吧？他就是说嘛，就跟大家说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谚语，然后所以也希望大家，他也希望更多的日本人能到中国来看一看。现在中国已经不一样，现在这个时候，日本和韩国那跟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好的，真的是吧？对吧？那要紧紧握住中国的手。刚才那张照片是不是体现了？对吧？好了，时间关系已经到7:45了，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几则商家好介绍。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说国际新闻。今天没说美国呢，怎么可能呢？回来之后来说美国的事情。
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正在收听的是由潘达 TV37以及 FM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现在说直播呢，我们可是4个平台。对，我刚才想说，我们应该是潘达 TV37 FM90.6以及 Facebook 加 YouTube 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们是4个平台，它不加 App 呢啊，手机 App 就不提了。手机 app 真的，大家因为那天没有网，手机 app 上不去，好多人大家在抱怨嘛。哦，你知道现在就是这回 app 就是如果要是比如说真的不工作什么的，没关系，我们可以在 YouTube 上看，对，也可以在 Facebook 上看。对，哎，我们导播真的也是很有心哦，就是我们说就立刻打成。我们导播现在就是越来越熟练了。各种 Q 我们，你知道吗？对，以后我跟你说再发展。你说是不是老板，然后跟导播打电话说 Q 他们，然后播这个？他比老板说话好。对，因为老板说话接不着。对，他们拿张图再来就不好。老板打电话我们可以不接。好 ，Anyway 啊，然后我们现在说回到今天的国际新闻。当然了，希望大家去关注我们 YouTube 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 YouTube 上和 Facebook 上给我们留言，然后跟小娇老师来探讨一下新闻。不要再提这个梗了。很多人还不知道的，你为什么一定要提它？好了，我们说回美国方面。刚才在国际新闻当中，就是没有说到美国，所以我们回来说一说美国。这个特朗普啊，我们以前他还没有当上总统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他跟普京之间有一种暧昧。惺惺相惜，你不觉得吗？他俩其实是互相欣赏的，可是碍于呢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个利益关系，对，也碍于说很多的什么操作之类的，还有制裁啊什么的这方面，所以就闹的呢，两个人好像那种就是表面上代表着就是怎么说自己的身份，也不知道他们俩人会不会自己私下发什么那个发 WhatsApp 什么一类的，现在应该不行。你觉得呢？就是毕竟他们还是碍于自己的身份。比如说特朗普打电话说Hey you， 然后你在忙吗？然后就说我们打一盘游戏吧，然后吃一盘鸡。你是在说 rap 吗？不是，就是那一类的吧？你说难道我就想说这些人难道没有自己的私生活吗？私生活不能关联在一起吗？现在因为我觉得是网络太发达，对，你很怕这种事情如果爆出来，那就完蛋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什么？就是特朗普也在。应该说是发话了，意思就是什么呢？希望支持俄罗斯重返 G8， 现在不叫 G7 嘛？对，说要把俄罗斯加进来，变成 G8。对，现在呢 G7 的成员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然后上世纪呢9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是 G8，然后就还有一个俄罗斯在内。是。然后现在呢，由于这个各种各样的危机，在2014年，因为乌克兰危机，美国、欧盟呢就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就把他们给踢出去了。然后现在呢，等于说特朗普就说，好，那我到时候了。对，那个时候的国际形态是这样。然后他在昨天呢，其实也就发表了一番讲话，然后我们来给大家放一下，让大家听一下特朗普到底是怎么来评论这件事儿。So it was the G8 for a long time, and now it's the G7. And a lot of the time we talk about Russia. We're talking about Russia because I've gone to numerous G7 meetings, and I guess President Obama.Because Putin outsmarted him, President Obama thought it wasn't a good thing to have Russia in, so he wanted Russia out. But I think it's much more appropriate to have Russia in. It should be the G8 because a lot of the things we talk about have to do with Russia. So I could certainly see it being the G8 again, and if somebody would make that motion, I would certainly be disposed to think about it very favorably. 好了，这个就是这样了。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听到重点了。第一件事情，他说的重点就是说，他觉得是时候让这个俄罗斯加入到 G8 了，不应该是 G7，G8 才是对的。对，现在这个世界状况是希望欢迎他回来了。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当时俄罗斯出了这个所谓的 G8 或者叫 G7 的这个集团，但是呢，用特朗普刚才的这段话说，并不是他说的那个原因。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原话说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普京很显然是比奥巴马聪明的，所以奥巴马呢是很介意这件事情的，所以要让他出去。那么换言之，就是我认为也比奥巴马聪明，我也比普京聪明。没有他就说我能压得过他，所以我现在让他回来。奥巴马压不过，奥巴马认为那一类的吧，比他聪明。他说现在是再合适不过的一个时机，然后来欢迎俄罗斯回归。一方面还踩了一下奥巴马，然后说自己比奥巴马聪明，对吧？他真的是
这个人太妙了。你说谁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俄罗斯出去，跟奥巴马聪不聪明，跟普京有什么关系呢？你说说。不过这个人反正借此机会是把这句话说出来，而且刚才我们不是给大家看了啊，他是在接受采访公开讲话，他自己说的，不是我们讲的，这都不是大家杜撰的，也不是媒体然后说摘录的，是他真正自己从他嘴里讲出来。当然了，这件事说完了以后，你知道俄罗斯就觉得说啊，就说什么让我们回去。那你先把制裁给我们解了呗。所以说啊，这件事情我们还会持续的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吧。不过这个话反正是特朗普说的，大家呢对于很多特朗普说的话，都会先惊讶，然后后来说哦，特朗普说的 it's okay， 然后大家呢就会再看。是，然后但是呢，说现在既然他跟这个普京喊话了，对吧？那普京在哪儿呢？普京现在在法国，跟法国跟马克龙喊话。对，在跟马克龙两个人在促膝聊天儿，然后但是又暗中较劲。其实较的是什么劲呢？就是最近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国际上有很多的这种示威游行的活动，可不仅仅是我们香港啊，当然包括了像比如说前段时间美国刚刚结束，美国刚刚结束的啊，这个不知道算不算结束吧。然后呢，也包括了比如说在俄罗斯，前段时间也跟大家说了，左右翼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呢，这个俄罗斯方面直接派这个警察就可以去镇压了嘛。对，然后再包括因为他们是非法示威，没有申请。然后再包括就是法国的黄背心还是叫黄衫军的啊那样子的一个示威，那也是持续了30多周的时间。所以说呢，这两国的领导人见面之后，也难免就会聊到关于这个示威游行，你们双方都是怎么控制的这件事儿。是，然后首先呢，马克龙就在记者会上就说了，其实我们呼吁一个抗议自由、言论自由，包括意见自由以及选举自由。然后他说，这点呢，其实应该在俄罗斯也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尊重。他呢就是直接就在说那段时间他们不是左右翼，因为在所谓的就说非法的这样的游行，然后发生了冲突，俄罗斯直接就把他给镇压了嘛。然后呢，这个法国的意思就是说，像这种你是应该让人家去，对吧？对，自由的去发表言论的。但是俄罗斯方面的意思就是说，那你怎么不让黄衫军自由发表言论呢？然后普京就说了，其实像这种事情啊，我们都知道，黄背心这件事情呢，在法国有11个人死亡，2500个人受伤。他说：“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俄罗斯首都。”你看，你其实说到这儿，大家还记得当时香港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是众议院的议长不是说一句话嘛？说香港的当时的那个示威叫“美丽的风景线”。对。然后大家现在就在说了，说这种风景线如果真的发生在你的国家，你会不会真的静静的欣赏？是不是很形象？这在法国和俄罗斯其实没有，最后他们怼到没怼完啊，你知道，他们就说，然后他就说，至少我们的黄背心有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权利。然后那个普京就说了，说我们的人也有权利，他得先请嘛。好了，时间关系啊，7点57分，这件事情也是挺有趣的，我们稍作休息。
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整点新闻。今天是2019年8月22日，星期四，农历7月22。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新西兰方面的最新消息。网上叫卖基督城枪手宣言，一本只需要6纽币。在一个实时通讯加密网站的极右公告栏上，这份早就已经因为种族原因被禁的宣言售价为$4。今年3月15日，基督城恐怖袭击嫌疑案枪手开枪夺走了51条无辜的生命。他在之前发布了一份长达87页的宣言，这份文件后来被发布在网站上。新西兰首席审查官已经将该宣言归类为不可传播的信息，这意味着如果任何人在新西兰传播这份文件，最高可面临14年的监禁或者1万纽币罚款。就在这名恐怖嫌疑人28岁的澳大利亚男子在奥克兰监狱最高等级的监狱中等待审判之际，煽动性的文字却在乌克兰的一个极右网站上传播。目前刊登宣言的频道订阅数已经超过1000人。对此，总理简信娜表示，对这种行为简直忍无可忍，既下作又恶心。但文件出售地在其他国家，新西兰并没有权利直接管辖。警惕性侵儿童犯罪风险极高，而且携带 HIV 病毒。下月，新西兰一名臭名昭著的性侵犯分子将刑满释放。评估显示为这名犯人并未改过自新，再次犯罪的几率极高，很有可能再次对儿童实行性侵犯。更令人担忧的是，他还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惩教署将对他进行为期7年的严密监控。在2010年，因为18项性侵儿童罪名成立，被判入狱9年，其中包括1项强奸罪名。这名惯犯早就在2005年因为2项性侵儿童罪名被判入狱，还有3个星期，他将刑满释放。奥克兰高等法院法官批准将他的监视期延长为7年。按照这份监视，惩教署可以密切监视，包括他要求定期向缓刑官报告，限制他从事的工作以及居住地，禁止他与特定人群交往，同时有可能安装 GPS 监控装置。加油站表示并没有赚取不合理利润。昨日，新西兰商业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初步报告，称新西兰居高不下的油价很有可能大幅度程度是因为新西兰市场缺乏竞争力。报告指出，新西兰燃油公司的利润不合理的高，与此同时，新西兰人却需要支付比其他 OECD 国家都高的油费。新西兰最大的本地燃油公司 Z Energy 做出反击。首席执行官表示，他欢迎这样的报告，很了解，希望能进一步了解报告的详情，同时希望得知方法以及数据来源。他说，鉴于 Z Energy 在新西兰的投资力度以及公司需要承担的风险，他认为 Z Energy 的利润非常合理，没有过分高。这名首席执行官还表示 ，Z Energy 赚取的每一分利润都是有据可循的。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一持枪人员在巴西劫持载有18名乘客的大巴被击毙。当地时间8月20日清晨，一名持枪人员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座大桥上劫持了一辆大巴，将车上的18名乘客劫为人质。男子自称为前军官，要求司机将车开往里约热内卢。挟持过程中，还将一段燃烧物体扔出车外，威胁要点燃大巴。随后，警察封锁了大桥，同时封锁了路段。然后在随机对峙过后，枪手被警方击毙。阿富汗独立日当天发生14起连环爆炸。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不要走开，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朝闻天下。以上整点新闻由双。
3516。早上的8:06，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呢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可以看到啊，今天新西兰北岛大部分范围之内都会是有雨的天气，而且呢雨势相对来说也不小。那么在今天下午的个别的时候呢，根据预报可能还会有极大的雨出现。气温方面倒是还比较舒服，10到15度。北岛南部地区相对来说呢，雨势会稍微小一些，可能会是以阵雨的天气情况为主。气温方面，惠灵顿今天是9到13度。再来看一下南岛，南岛的北部地区今天也基本上全部都是有雨的天气，在东海岸可能个别的地方会看到一些阳光出现。气温方面 ，Nelson 的最高温度可以到13度，但是早晚比较凉，最低温度只有40度。南岛南部地区呢，今天则是恢复了晴朗的好天气，只有在西海岸的 Milford Sound 可能稍微还会有一点点雨出现。但是在气温方面，皇后镇再次跌到了零下最高气温是9度，但是最低温度是只有零下2度。那么到了明天，这股雨势仍然没有离开新西兰，可以看到基本上全境都会是有雨的天气情况，尤其是在北岛的大部分范围之内，明天的雨势也不小，而且气温方面还会有一个比较小幅的降温。明天奥克兰的最高温度有15度，但是最低温度还是只有80度，所以早晚出门的时候也是一定要注意保暖。
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正在收看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 Facebook 包括 YouTube 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an。真的要给你鼓个掌，你还记得这件事？我记得，然后但是真的一口气念不下来，就有点长。那以后我们要不然 Panda TV 37和 FM 90.6大家非常熟了嘛？就只说我们在 Facebook 上，然后我们就变成一个网络电视台，好不好？就是我们先说一段 Facebook 和 YouTube。具体的，如果我能说，我就一定要说。就是呀，对，要不然很多朋友是真的不知道的，是不是？对，因为他今儿没听这段，像你说的，就是呀，对吧？所以要说一下，提一下啊，我们现在在 Facebook 和 YouTube 上可以直播。是，然后但是呢，在 Facebook 上大家要搜索的是 NZCM News， 然后在 YouTube 上呢，就是搜索我们的这个 Panda TV 就可以了。Panda TV 37，然后一定要那个关注哦。要关注、点赞、留言。对，我看到了会跟大家来分享。大家还可以那个点亮那个小铃铛，然后我们有上传节目，包括我们直播就会提醒你了。哎，你说我们俩要不要录一段，就是欢迎大家加入？就放在置顶是吧？在频道置顶。对，好，可以的，可以考虑一下，可以考虑。好，我们来说一下新西兰这个新闻的部分啊。今天没有人跟我们互动，好孤单。因为今天我都跟大家说了，我说外边有很多地方还在下雨嘛，并且大堵车。对，大堵车，所以大家呢就默默的听也行。但是如果你是真的这个可以的啊，跟我们来互动互动，聊聊天儿，这样增加截我们俩丑的那种照片就不用了。最近你知道，因为有了 YouTube 直播，很多人在截图，还发你私信，对吧？对啊，就专门他们挑那一帧，你是在笑的时候，然后仰到后面的时候，但基本上好像都是你，就是对，都是我，每次都是中招的，每次都是我，就是静静的美。我们真的不用看到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现场就有3、4个屏幕，然后都让我们能看到我们自己。我一会儿拍给大家看啊，我们周围好多屏幕，我们好多屏幕，导播室还有2个、3个都在看我们。算了，anyway了，好了，我们开始跟大家来说新西兰新闻，那么也是快速的来浏览一下今天早上究竟有哪一些新闻的内容是你不想错过的。是，昨天刷爆各大媒体，然后这个在夏银，对，夏银吧，现实的，他就说现实中的恐怖电影，半夜凌晨4点。然后陌生女子上门敲门，不，我说的恐怖电影不是鬼片的那个恐怖电影，是真人敲门啊。对，惊悚。你一说惊悚，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真人？不是，是真人在敲门的那种恐怖。对，你这说的，你会一会儿变成了灵异故事了。奥克兰妈妈她遭遇凌晨4点听见陌生女人有敲孩子在门声。听好，反正就是在网友就说。在这个什么地区？在 Beach Haven， 对，然后就凌晨的时候，总有人在敲门求救。你知道我的房子在 Beach Haven， 我昨天看到这条新闻，我还给我的房客要卖房了是吧？没有说是不是他说不是。好 ，anyway 啊，我们继续还要会跟大家来说到这个好久没有提到的 Kiwi Butte。Kiwi Butte 本身的重组并没有新闻，出来的新闻是什么呢？它的又一位负责人要离职了，所以现在呢，各方的信息都觉得 Kiwi Butte 这是真的要烂尾吗？对，负责人离职有没有责任呢？不知道。那么还有呢，我们还会跟大家来聊到关于新西兰的国家电视台 TVNZ， 虽然它是国家电视台，但是纯粹是走商业路线的。那么现在就表示什么呢？它的财政状况令人担忧，所以呢，就有外界的消息在传输，政府可能要考虑干脆就让它变成没有广告的国有电视台，全国有。所以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是一个方向？那如果真的变成国有，到底政府要花多少钱？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来聊到。对，刚才在国际新闻中，我们跟大家回顾了一下中日韩3方外长会谈的一个近况，然后中方作为老大哥呢，也希望来调停日韩之间的这个矛盾。现在都是握住了中国的手，对，紧紧握住中方的手。然后同时呢，还包括这个中间的小插曲，然后这个日本外相跟华春莹华姐的这个照片呢，引发了很多讨论。有很多日本网友也是觉得，现在中国整个的形象都变了。是，那么也包括了特朗普夸说，不对，应该是踩了奥巴马，说奥巴马没有普京聪明，所以让那个俄罗斯退出了当时的 G8 集团。对，然后意思呢，言外之意就是说自己呢是比奥巴马能够镇得住的，所以现在可以让普京回来了。对。
当然了，最后一点点，然后我们刚才又说到了这个，在法国，然后普京跟马克龙的会谈，两人就这个示威，然后自由以及这个种种，两个人互怼了起来，然后最后呢也是没有一个结果啊。好，我们继续啊，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来分享新西兰方面的新闻。我看到已经有听众观众把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有人敲门的事情呢发到了群里，也是及时的跟我们在做更新的。对，我们的新闻还有那个标记。说到的是什么事情啊？就是在周二的时候，这件事情呢，其实并不是媒体发现的，而是说呢，有一个在社交媒体上，对，一个奥克兰的妈妈，她是把自己的这个经历发到了网上，然后没想到呢，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或者说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这个妈妈是说什么呢？她就是半夜她去孩子哭，她就去哄孩子，然后哄孩子的过程的时候，她就听到轻微的有人敲门的声音，当时她就以为是风啊或者是雨啊，就没理。然后她哄完孩子之后呢，她就往自己的房间走的时候，她就听到了清晰的敲门声。当时她的丈夫还有几个孩子都已经熟睡了，所以说呢，她就自己想去看看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她好在就是并没有开门，对，她只是隔着门先问。跟门外的这个就是对话，他就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吗？”因为凌晨4点钟哦，然后就听到外边呢有女生，就是一个年轻女孩子的声音，就跟他说：“我需要帮助，你让我进来一下。”还是恐怖故事。然后呢，这个妈妈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说：“我不会让你进的。”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知道你后边有没有人。对，这件事情是很……如果你需要报警，我可以帮你报警，但是我不会让你进来的。而且他就说，然后这个女生就说：“我真的需要帮助，你让我进来一下，怎么样怎么样。”后来这个妈妈呢，就直接跟他说：“你要再不走，我就报警了。”然后这个门外的这名年轻女子就跑走了。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经过。然后接着网上呢就有很多人分享了类似的遭遇，然后昨天我就看到了很多网友就说，其实他们也住在这个地儿。你说我家的房子就在这儿，对，也住在这个 Beach Haven。他是遇到另外一种形式，是说也是大概在凌晨3、4点钟的时候，然后他听到有人猛烈的敲门，猛烈敲门就是有一个女的，然后脸上涂了很多泥呀什么的，然后就说有人在追我，然后有人在打我。然后那个求求你开门，求求你开门让我进去。然后他呢家里就有那个插环儿，所以他就打开了一点点，然后就看了说这个女生脸上没有血，就只是脏。然后呢他就听到了旁边树丛有声音，然后他就说，他说那这样，他还是很好心啊，他就说你这样，你不要动，我帮你报警。然后那个女生，然后立刻就转头跟那个，他就关上门就要打电话报警嘛。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打电话一定要比这个手势？然后就说，他说我帮你报警，他立刻就拿起电话，然后那个女孩就立刻跟后面的人说 ，I told you so， 就我你看我说的吧，你看我说的吧。然后他们就跑掉了。我真的如果要现在拍得到，我没有那么高清啊，我的汗毛都已经竖起来了。对，你说这个是不是比那个还可怕？就是他还演了一下。然后他就说，这个人就是他们跑的时候不就看到了，其实在草丛后面躲了3个人，还是2个还是3个人，说都是人高马大的，而且都是男的。当然躲到后面都是男的，只有这一个女的在前面。所以说现在警方呢，在这件事情之后呢，也是就发出信息说，首先大家不要轻易给别人开门，然后呢可以去比如说你的门旁边的窗去看一看外边的一个情况，但是警方的意思也不是说大家从此就不要对任何来上门求帮助的人。那我们看一下警方怎么说的啊，就是说第一个不要开门，这是一定的，对吧？然后第二个有猫眼最好装个猫眼，对吧？然后如果有猫眼，其实我觉得好像在这边大家对猫眼但是这个东西你看到的是女性，也不代表你就可以开门，是，对不对？他说，如果你不认识人，不认识他。一定不要开门，就是不要开门，这是在第一位的啊。然后第二个，他就说，你如果有人敲门的时候，带上你的手机跟你一起，去应门，就是不要开，但是你要握着手机，因为手机上你可以紧急拨号嘛。如果真的有任何那如果要是真的开了门让他进来了，你是拿啥都已经晚了，你知道吧？对，反正他就说，你就下去的时候你就握着手机去过去，然后呢，你比如说你就先拨好111。马上，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拨出去。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要不要离窗边太近，
因为离窗边太近的话，他们也怕比如说袭击啊、砸到你啊什么的，但是你可以尽可能的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看一下。所以说啊，这件事情呢，真的，我再跟大家来讲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也欢迎大家上来分享你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是怎么做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个我亲身经历，不是在我家，是在电视台，就在这儿。我好像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然后有很多朋友还在说我傻。这个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我早上的时候啊，虽然我是个女性，但我是第一个来台里的。你来太早，因为我要化妆，要等等准备很多东西，所以我一般来的早。我一般不到6点钟我就会到台里来。然后呢，所以整个的台是漆黑的，我第一个开门，停车场上也只有我一辆车。所以我那天呢，就是进到台里之后，我是不锁门的，因为我们有其他的工作人员是没有钥匙的，所以我进来之后，一般我都是不上锁，只是把门关上。然后呢，就有人敲门，因为这个不是我家，所以呢，而且又已经亮天了，我的警惕心就会稍微比较低一些。因为我又怕他是，比如说来找我们台里某一个人的，或者是说，比如说他是来送快递的，或者怎么样，你并不知道，你各种情况吧，各种情况。所以说呢，如果在我家，我肯定是不会开门的，但这种情况我就开门了。开门之后呢，就是一个导艺。他就开始跟我说，少数族裔，他就开始跟我讲说呢，我想借点钱，他就开始跟我讲一个故事，他跟他的孩子怎么样从 Rotorua 来到了这里，然后他说我的孩子就在车上，你看我火都没熄，我们现在呢要去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但是我的车里的油已经空了，我的孩子呢，他说我只剩下几块钱，我还要给我孩子买个早餐，所以我现在就想借一点点钱去加油，然后别的我完全他说没有任何的事情等等等等。然后我当时就，当然我钱不会给，我就直接说我说我没有 cash 这件事情。然后他不会就当时跟你说我有 FPOS 吧？没有，就这件事情虽然是过了，但是后来我进门，然后我再把它关上，我就有点害怕。你就后怕？你说我当时把门打开那一瞬间，万一他抢你怎么办？对呀，万一他进来抢其他东西怎么办？万一把你就是推倒啊、锤晕啊？对呀，就之类的。开始搬台里的东西啊？对呀，就这之类的，所以真的是。哎，我跟你讲，这提醒了，千万锁门。你现在把这件事说出来，大家都知道咱们台在哪。偌大的一个小楼，空空荡荡的，每天就是我来的时候，因为我来的时候跟你之间有时间差。我以后决定跟你一起来。没有，你锁门吧，我有钥匙。对，对吧？是因为导播来的时候，只好有我在了，对吧？虽然我也帮不到你什么。所以我就是也把我自己的一个经历跟大家说，不仅仅是在自己家不要开门，就类似的这种情况，虽然说我这种可能算特例啊，但是也是很多人。你还是警惕性太低了。对，一个是我警惕性太低，再一个很多人可能你也会碰到，比如说你是第一个要开门的或者怎么样的，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再分享一个啊，我家住 City， 大家都知道 ，City 其实也不太平 ，City 其实更乱啊。是。然后，但是 City 呢，前2天呢，我就发现有人往我们家院里扔石头。天！就是他扔石头，但是我们家有狗，我们家狗会叫啊。然后他扔完了以后呢，就没有。我就突然发现我们家院里呢，都是好多石头、石子儿，就是小石块啊。然后后来呢，有一天晚上，我就发现有人敲门。我当时也是蠢，我就开了门，没有敲门，没有人。没有人，因为我从窗边看了，哎，没有人，我就看了一下，然后他是在踩点，我猜是他就是看你家里有没有人，对不对？我是听过，就是警方也分享过这个经验，就说呢，如果你在你家的院子里看到什么不明的物体，无论是石头还是 whatever， 把它扔走。这样子，因为他们在试，就说你家里在这个某个时间或者怎么样有没有人。如果你扔走，他知道你家里有人，可能他就会换目标。像你这种很可能就是在踩点，对、就说看你家到底有没有人。但是因为我们家你知道，好在是一是有狗，然后2呢又是临街，然后所以周围来回来去走的人就很多，然后呢我们家有警报，然后还有摄像头，还有夜灯，就是谁只要走进那个范围，嘣就打。所以说，真的就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保护自己。还有，就像刚才，其实 Damien 说到了一个很好的点，大家平常啊，就走在，比如说你停完车，在院子里面稍微看一看，如果有这种东西，这是警方说的，就是这是他们踩点的一种方式，就放在你院子里或者扔个什么东西，看你有没有收拾，就证明你家里到底有没有人。他不会光看你灯了，因为现在就是
自动灯太多了，小偷也聪明了，他就知道嗯你亮灯不代表你家里真的有人，所以他就用各种的方式去试探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呢，反正就多留意一点。然后，而且说到这儿啊，最近反正真的是不太太平。我昨天还听到有朋友是在开车的时候从上面天桥扔石头把他的车窗砸碎了的事情，具体我不知道，我只是看到了一个朋友在发高空坠物朋友圈的时这是高候说到这空坠物啊件事情，反正就类似的情况，现在在奥克兰左右前后的都经常在发生，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就是了。是啊，大家如果有什么消息、有什么故事呢，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我们一会儿把它说出来给大家听。对，然后让大家不光是分享你这个经历啊，我们也是为了让更多人提高警惕。是，就比如说 Damien 刚才分享的这个，我们就跟大家说了嘛，说比如说这种不明的物体要扔出去，就这之类的。院子里有什么扔的石头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扫走，扫走。对，所以欢迎大家啊，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或者不同的经历，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时间关系，到了8点27分了，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说说电视台的事，到底要不要变成国有？是，稍回来。早上的8点30分，我们还是快速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一个路况的信息。你知道吗？
外面现在大晴天。刚才我们说了半天，然后大雨瓢泼的，结果现在外面是蓝的，就是晴的。你刚才出去上厕所了是吧？万里无云，你知道我一出去我就想说我到底今天早上所以大家没想理你。今天大家互动是单纯不想跟你互动。有没有伤到？有没有 hurt？ 你知道现在如果有那个特效，我的脑子顶上飞过了一群乌鸦，然后点点点，后面带了好长的点点点。那你说咱们来的上班的时候的天气根本没办法来决定。我又没看到外面的这个天，我觉得也就算了。你知道现在真的是万里无云哦。但重点是，你看现在啊，路况好了，是不是？没有，路况还是很堵，但是正常堵。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们这一片天是晴的，还是说大家现在头顶的天都这你都不放过。就是你知道，我就出去很讶异，因为我们俩早上来的时候已经下冒烟了，真的非常大的雨，噼里啪啦的。然后现在忽然间变成大晴天，我真的是无法接受这件事。好了，看一下路况啊，路况呢并没有因为变晴天而变得通畅。首先呢，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上，现在基本上是从 Papakura 开始一路到市中心，没有绿色这个行驶畅通的路段的。比较拥堵的几个路口，一个是在 Eastmarket 到 Highbrook， 另外一段是从 Princess Street 开始，经过 Mount Wellington、Ellerslie 到 Greenland， 都是红色交通拥堵的情况。没有说到的就是全线黄色车多。再来看20号高速。20号高速的东向上 ，Maurora 到 Dominion Road 已经堵成了黑色大塞车 ，Dominion Road 到 Hillsborough 也是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Hillsborough 之后到 Onehunga 现在是黄色车多，过了 Onehunga 之后恢复绿色的行驶畅通。西向上 ，Lambie 经过 Rose Common 到 Massey 红色交通拥堵 ，Massey 到 Walmesley 是黄色车多，过了 Walmesley 之后恢复绿色的行驶畅通。16号高速西区往市中心也已经没有绿色了，从18号这个路口开始，一路到 Rosebank 是黄色车多。Rosebank 经过 Greenouth Road、St. Luke's 一路到 Newton， 现在全线红色交通拥堵。最后再来看北岸，北岸也是全线在拥堵的，从 Greenville 开始，现在一路到 Eastman Road， 全线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Eastman Road 之后，上北岸大桥黄色车多。过了北岸大桥，一路到市中心，现在又是红色交通拥堵的情况，所以并没有因为晴天就立刻变这个通畅啊。大家还是要在开车的时候多预留出一些的时间。我们再快速的来看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对，财经我今天忘了说，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 Honda 本田汽车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接着再来看财经信息啊。财经信息首先来看股市方面 ，NZX50 指数下跌94.52点，报10709.32点；上证综指上涨了0.33点，报2880.33点；道琼斯工业指数昨天又涨了267.97点，现在回升到了26230.41点。再来看一下汇率方面，纽币对人民币4.55，纽币对澳币0.94，纽币对港币5.02，纽币对美元0.64，美元对人民币已经到了7.11。这波动昨天是7.05，今天已经到了7.11了啊，所以说呢，汇率还是在实时变动的，大家还是要多留意一下。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快速的还是回到新西兰方面的新闻当中来。那么刚才呢就提到了关于敲门这件事情，大家呢如果有类似的或者是说不同的经历，欢迎大家上来分享，或者是其他的情况，对，这种就是危险情况。然后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也好，或者是您在坐在车内，像上次你不是说有车内，是上次你说的吗？在车内有人敲车啊，是一类的。好，那是另外一码事儿。好，那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坐在车里面，然后在路边等人，然后就有人过来敲车窗，让他开门，让他摇下来车窗，然后也是你这样就说我没有钱，然后我要什么。然后接着他当时摇完桥下车上就后悔了。但是车窗还好吧，你可以就立刻开走啊，你在驾驶上嘛。重点是前后都有车那种卡在那个位置上，你怎么开走呢？在红绿灯的时候，大家也记得就是反正就是上车记得锁门，因为我是看到过在有人拉车门，然后把包拿走的。因为尤其是女生，你就是很习惯的把包放在副驾驶上。对，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被抢过一次之后，他从那之后就把自己的包绑在安全带上。绑在安全带上，很棒。就是副驾驶没有人啊，他就把那个包的把手插在安全带里，然后扣上。真聪明对吧？你们这些女生也是被生活逼出的智慧。就除了锁门之外，他还反正我自从上次被砸了车以后，我再也不往车里放贵重东西了。
那有的像我们女生，你会把包放在副驾驶，那你不背包吗？不，重点是上次我那个包里放的是脏衣服，惨不惨？然后被砸了车窗，然后花了600。对，就是锁门就是有这件事情，即使你锁了门，但你很怕它把车窗砸了，你的包就走，所以他就把包卡在安全带里，这是好方法。好方法，对，真的大家学习了。我今天分享了好几个好方法，觉得我好有智慧。大家如果是做女生拎包，然后把它锁在安全带上就好了，反正你掏东西不影响。对啊，你大不了就是把车窗砸了，然后你的包又偷不走，他真的是觉得停车的时候车里有人，他们还是不太敢砸吧。哇啊！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说另外一件事吧。好，这件事啊，因为想不到我们说这件事说了整整1节的时间。好了，我们来说这个 TVNZ 的事情。首先呢，先跟大家来说 TVNZ 是国家电视台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我不知道，它并不，虽然它叫 TVNZ，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一个国有。这么说吧，你看啊，我们新西兰这边有几家电视台，比如说像 TV3， 它是属于 MediaWorks 的。对，它是一家独立的嘛。独立的。然后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像什么 Newstalk ZB 啊，像什么这个 News Hub Hero 啊，这属于是 NZME 的。对。然后 Staff 呢，就属于是 Nine 独立的叫什么Fairfax 的什么那一类的吧。它就是澳大利亚的那个叫什么什么 Nine 的那家公司的。比如说我们Panda TV37也好，FM90.6我们是属于 NZC Media 的，对的，我们是属于就是这个集团旗下的，其实是一个意思。那么 TVNZ 呢，它就是类似于属于他们是不是只有电视台？对，只有电视台，它是属于国家的，可是呢，它是完全商业化的，就等于说呢，它是有比如说你的注资的，也是。就是投资人注资，然后呢，你的这个整个的经营的模式也是靠着广告来运营的，而且呢，国家就说政府还会每年呢从 TVNZ 那边分红，就跟股东是一样的，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模式在运营 TVNZ。那么今天为什么把 TVNZ 拿出来呢？是因为啊，就在昨天的时候 ，TVNZ 出了一份财报，这个财报当中的内容就是说，首先在2019年的时候，利润非常的薄弱了。说截至到2019年的这一年当中，他们的利润可能大概在100万。可是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状况再继续下去，到了2020年的6月份的这一年，他们的这个整个的经营状况将会变成就是loss， 就是损失亏损达到1710万纽币。一个电视台，当然他们人很多。然后他们 operating 的费用在哪？我这上面有，我给大家来说一说啊。首先，他们的这个整个的 TVNZ 是雇佣了672名全职的员工。哇，真多。然后去年因为之前的他们的经营状况是很好的，当时每一年他们在年底的时候，除了政府分红、他的这些股东分红之外，每个员工还拿到了1000纽币的 bonus。当时是财政状况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啊，672名的全职的员工。那么按照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就是说如果再这样下去，到2020年可能很可能面临的就是1710万纽币的一个损失。所以现在就在说了，那既然我们已经预知到了这样的未来，就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昨天我们听到新闻当中就在说政府有这个意愿，或者说外界的吹风听到了这个消息，说是什么呢？有可能直接把 TVNZ 就变成没有广告的，完全的变成一个 national TV station， 对，就不靠广告来拿利润。现在 TVNZ 啊，他们所有的经营当中98%左右都是靠着广告的收入的。但是我不懂啊。我提出我的质疑可以吗？我的质疑是说，现在既然有98%的这个利润都是从广告收入的，即使它就是变成国有的，它为什么不能保持广告呢？所以这就是很多人在说，像现在新西兰政府他们一个预估啊，就说如果真的把 TVNZ 直接变成了没有广告，完全就是国家这样拥有只做内容的，那么政府每一年可能要投入1亿5千万左右。在 TVNZ 当中，1亿5千万一年，支持全国免费大学也才2亿。对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变成完全没有广告了，那这个电视台它的
比如说 focus 的方向就不同了。其实这个 TVNZ 啊，在2011年，当时呢是国家党政府执政的时候，把它才变成了全部 commercial，就是变成了等于说我们是商业电视台，对，所以我们就是非常了解这件事情。那你作为商业电视台，你就等于说你是在做生意，对吧？所以你是在 run 一个公司，run 一个公司，无论是从我们节目的你看构成，还是说你整个经营的模式，它都是 profit driven， 就是你要去为了牟利而做很多的这个改变。那么 TVNZ 从2011年变成全部 commercial 之后，它其实跟我们也是完全一样的。虽然它还有所谓的政府作为股东，但是它其实的方向也全部是以去牟利。不能说为主吧，但是就说呢，这是它的一个经营的模式，因为它已经变成商业化。所以现在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政府我们在新西兰这边到底应不应该有一个就类似于这种国家的电视台，它不是脑子里想的是我怎么样赚钱维持这个商业电台的运作，他想的是我怎么样去报道事实，怎么样呢去这个挖掘事实的真相，怎么样去但它有更多的人了，媒体该做的事情。那从我个人来说，作为咱们 Panda TV 的一员来说，我是支持这样的决定的。你说把它全部变成国有，没有广告，广告都来我们这儿吧，金主爸爸都来我们这儿吧。但是不是？广告了？所以说你看是这样啊，就是说现在这件事情真的把它合并成了这个一个 ad free 无广告的 state own 国家拥有的电视台，谁会最开心呢？现在就是说，竞争对手最开心。竞争对手最开心。当然了，我们不是跟他直接性的竞争对手，因为我们的 audience 不同。然后，但是呢，我们为什么开心？还包括另外一家也开心。谁开心 ？MediaWorks 开心。对，是的 ，MediaWorks 已经说了他支持。是，然后并且现在 RNZ 是在电台方面算是半国有，我觉得就是把控着所有的电台方面的新闻渠道，对不对？但它依然还是有商业，所以现在也在说 TVNZ 要不要跟 RNZ 合并，那就是等于变成一个大的媒体集团嘛。那不就是 NZME 旗下有这些东西，然后 MediaWorks 有这些东西。那如果 TVNZ 和 RNZ 合并了以后，那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媒体集团。但是他们如果要是成为媒体集团，就变成了 state owned 的 ad free，然后呢就是 ad free 了，以后没有广告的。我不知道大家认为说，在一个国家当中应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存在？我觉得还会有新的电视台冒出来，就会。你看啊，在这个如果要是真的变成国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像什么广告这种，那么这个钱就是我们纳税人出了，等于说这个国家1.5亿是政府出的钱，政府的钱是谁？就是我们的钱，对吧？是。所以说现在就在说，是不是这会是一个好的办法？因为现在呢，也有 TVNZ 他自己也在说，他说其实我们也就是运营起来，你看我已经把这个财政的报表放在你眼前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算是说你不把它变成国有，可能很可能面临的也是你政府要再投钱，对吧？那不一样，那投多少那还是不一样的。政府投钱、政府扶持和政府拥有那是两码事儿啊。当然，所有的公司都希望说，当然了，我100%政府拥有，我是国有企业了。这跟中国大家都很清楚。你国有企业的话，你自负盈亏的，当然，但是你是有一个背后后盾。但是现在政府注资和政府扶持那是两个概念啊。所以说呢，现在就在说，对于我们的广大的听众观众来说，应不应该有一个，就不要去考虑这个因为如果它真的是需要去盈利的，它有很多东西它需要做取舍，对吧？那你毕竟你要为了赚钱而去做很多的所谓的节目上的牺牲，那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台，是完全不用考虑商业的。你像包括比如说很多国有资产化的这些资本主义，刚才我们网友就说了，都在卖广告，那个中国中央电视台都在卖，他们也是国有的呀。所以就很有意思的一个嘛，我们正好跟我们是同行。所以也说出来跟大家来听一听，看一看。大家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呢，大家跟我们来讨论。我真的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觉得，我也觉得没有必要，没必要。好了，时间关系啊，7点45分，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回来之后，今天有一个大事要说，抽月饼。回来之后送给大家月饼。
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7 FM 90.6 Facebook YouTube 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来，我们快速的把月饼给大家送出去。刚刚广告3分钟，我们的线就没有断过。大家真的是坚持哦。大家今天这个天气不在群里面跟我们互动，然后一抽奖时候全出来了，心寒。就是呢，真的是。你说我抽上来要不要问他们新闻？我现在就 drop， 全把所有线都 drop 掉。好了啊，那么再次感谢一下林氏出入口有限公司为大家提供的新荣华白莲蓉的双黄月饼。然后我们有通关密语哦，通关密语是看你还记不记得？中秋月圆圆，阖家团圆，阖家欢乐，团团圆圆，买月饼就买新荣华。还行，差一点点，抽奖呗。你背了2年，你才背得住好吗？好，我们先来抽出第一位幸运观众。早上好。喂，你好，早上好。喂。早上好，你好。哎，你好。请问怎么称呼您呢？是您。我姓宋。宋女士。你有问通关密语吗？哦，好，宋女士，刚才听到我们的通关密语了吗？哦，收到。啊，那您说一下通关密语是什么？中秋月圆圆，阖家欢聚，团团圆圆。买月饼就买新荣华。对，说对了，恭喜您。好，宋女士，请问好幸运呢。请问您的手机后4位是多少？8005。8005，好的。然后我们现在会把您的这个就是方式发到我们的这个导播这边，然后他们会跟您联系怎么来领取的。这样吧，我们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这样您挂了电话，一会儿听节目，我告诉大家怎么领，好不好？好，太好了。好的。好，谢谢，好，拜拜。好的，谢谢，好的，拜拜。好了，再来抽第2个。今天早上是两盒吧？我不知道啊。是。反正不是的话，你就是把你自己的让出来。我哪有？喂，你好，早上好。早上好。你好。哎，你好，请问怎么称呼您？早上好，我姓叶。叶女士。对。啊，叶女士，那请问您知道我们的通关密语吗？知道啦。那您说中秋月圆圆，阖家欢乐，团团圆圆，买月饼就买新荣华。好，恭喜！啊，你比我们主持人背得太熟了。那请问您的手机后4位是？好，6，看来很多人都不记得自己手机后4位。6104。6104。好的，没问题，感谢您参与。然后我们会稍后来公布怎么领取，感谢。谢谢啊，谢谢。好，拜拜。你能说出你手机后4位？我刚才就在想，我也说不出。谁说不出来？我就得数。我不用啊。因为你说电话号码的不是先是那个02几，然后几几几，然后几几几这样的吗？哦，因为我的手机号比你们少1位。你是几位？7位。我是9位。谁不是呢？大家不是10位吗？也有9位来，就是早的就是9位。对啊，9位。对啊，所以我是9位嘛，所以我念的时候是3个，我只能记住后3个，所以我还得想着前面那个。好的，好，行，没问题。小娇又暴露了另外一个缺点，那说吧，怎么来领？好，这个月饼中了月饼的朋友呢，明天啊来到我们的台里来领取一下，地址大家都非常熟悉了，194号 Marua Road Mount Wellington。然后呢，这个早上的10点钟吧之后比较保险，在下午的4点钟之前过来拿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的工作时间。就只有星期5哦，大家平常的时候不要来，平常没有月饼，只有星期5的时候可以来拿月饼，好吗？大家来了以后一定是说自己来领月饼的，然后不说自己是谁，我们不会开门哦。像小娇这种可能会，但是我不会的。好讨厌。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送出的这个新荣华的白莲蓉双黄月饼。下午节目当中也有送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都市晚高峰节目。都市晚高峰。好了，时间关系还有一点点时间，8点53分，我们再多跟大家来说一条新闻，关于 Kiwi Build， 好不好？关于 Kiwi Build 这件事情呢，昨天新闻的内容先告诉大家，就是呢，负责人他的英文名字啊叫 Helen
Au Savain 他们呢是已经宣布，就是画面上看到的这位女士已经正式宣布要离职了。她的合同呢是签到了8月31号，所以等于说呢，在合同期满之后，她就会离开 TVBuild。那么她自己也说，就是反正通稿当中啊，或者是说呢 TVBuild 给出的一个解释是说，她是由于私人原因，最后呢决定说不再跟 TVBuild 来续约了。并不是因为 TVBuild 本身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私人原因，那他就不会说了嘛。对 ，interesting， 或者是比如说自己是不是有了个更好的工作，那也叫私人原因，对吗？对，所以说总之就是找到好工作了，或者是比如说现在工作不满意了，然后还是比如说业绩没达标，什么各种种原因，所以最后就是说，哎，那就是对吧？那就决定说呢，就不去了，这个不续约了。所以说现在呢，就外界又在说这个 TVBuild 现在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难。我们也知道 TVBuild 现在处于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说以前的那个计划已经说了，说10年10万套，他们这个数字没有松过口，并不是说这个数字改了，只不过是整个的规划可能要重新来过，看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把 TVBuild 的这个计划做得更好。那包括了住房部长 Phil Taffet，多多少少的也是因为 TVBuild 这个计划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portfolio 就丢掉了。是。现在呢，就是新的等于说是住房部长上来负责这件事情了。可是外界的声音就是说，谁上来有什么用？对。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住 TVBuild 这事儿，首先我问你，你对 TVBuild 了解有多少？还蛮，就是我不能说100%吧，但是还可以。那你觉得 TVBuild 的整个标准系统，然后包括怎么样来申请，你都知道吗？知道呀。你知道啊？对呀。你居然知道？因为干嘛用这么激烈？没有，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时因为你知道 TVBuild 出来的时候，我们在新闻当中跟大家详细的介绍过一次，是怎么样所以那个时候你背书了。然后呢，也包括了，比如说你是什么样的。这个可以说是叫什么呀？你的条件是什么？可以去申请。这个我们当时都有跟分享。但是你没发现，其实我身边有很多人，其实他不知道 TVBuild， 然后所以包括现在 TVBuild 所有的负面新闻这样出来，他们就对 TVBuild 的整个的印象它就更差了。是你说，比如说，首先大家当时觉得说 TVBuild 是一个可负担性住房，对吧？然后但是后来呢，大家发现其实门槛挺多。然后你比如说，你不论是在你的收入上还是什么上，然后后来就包括这个住房部长啊，然后后来又这个各种各样的人呐，然后出现问题，包括这个数字不准确啊，然后投入又不准确啊，之间又发生了很多问题，所以大家就对这个项目越来越失望。所以现在呢，我们只能是等。他就是说重组就是整个的重新改编的计划快出来了，但是在哪儿现在都不知道。这10年10万套啊，我们来看吧，好不好？就等到他真正的出来了之后，我们再来看到底靠不靠谱。反正现在该走的人也差不多走完了，对，部长也换了，对，已经换了新任的部长。往好了想，会不会上周咱们在那个建筑协会也见过了，会不会是一个好的开始？对，时间关系啊，稍作休息。
播出。大家早上好，欢迎回来。您现正在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整点新闻。今天是2019年8月22日，星期四，农历7月22。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新西兰方面的最新消息。网上叫卖基督城枪手宣言，一本只需要6纽币。在一个实时通讯加密网站的极右公告栏上，这份早就已经因为种族因素被禁的宣言售价为$4。今年3月15日，基督城恐怖袭击嫌疑人开枪夺走了51条无辜的生命。在之前，他发布了这个长达87页的宣言，这份文件后来被发布在网上。新西兰首席审查官已经将该宣言归类为不可传播的信息，这意味着如果任何人在新西兰传播这份文件，最高可面临14年的监禁或者1万纽币罚款。就在这名恐怖嫌疑人28岁的澳大利亚男子在奥克兰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服刑之中，煽动性文字却在乌克兰的一个极右网站上传播。目前刊登宣言的频道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人。对此，总理简辛纳表示，这种行为简直可以称作下作又恶心来形容。但文件是在其他国家出售，新西兰并没有权利管辖。警惕即将要出狱的性侵儿童犯罪风险极高，而且携带 HIV。下月，新西兰一名高危险性的犯罪分子将刑满释放。评估显示，这名犯罪嫌疑人并未改过自新，再次犯罪几率的风险极高，很可能成为再对儿童实施性侵犯。更令人担忧的是，他还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将会传染，有一定的传染性。惩教署将对他进行为期7年的严格监控。这名犯人在2010年就因18项性侵犯罪名，然后入狱9年，其中包括1项强奸罪名。其实早在2005年之前，因为2项性侵儿童罪名被判入狱，还有3个星期，他将刑满释放。奥克兰高等法院法官准许将他的延长监视期延长为7年。按照这份监视令，惩教署可以密切监视他，包括他在定期向缓刑官报到，同时限制他从事的工作以及居住地点，禁止他与特定人群交往，同时还有可能安装 GPS 监控装置。加油公司表示，并没有赚取不合理利润。新西兰商业委员会昨天公布了一项初步报告，称新西兰居高不下的油价很大程度是因为新西兰市场缺乏竞争力。报告指出，新西兰燃油公司的利润不合理的高，与此同时，新西兰却需要支付比大部分国家都更要高的油费。新西兰最大本地燃油公司 Z Energy 做出反击称，首席执行官表示，他欢迎这样的报告，但很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报告使用的方式以及数据来源。他说，鉴于 Z Energy 在新西兰的投资力度以及公司需要承担的风险，他认为 Z Energy 的利润非常合理，没有过高。同时，这位首席执行官还表示 ，Z Energy 赚取的每一分利润都是有据可循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组国际快讯。一持枪人员在巴西劫持载有18名乘客的大巴被击毙。当地时间8月20日清晨，一名持枪人员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座大桥上劫持了一座大巴，将车上的18名乘客劫为人质。男子自称为前军官。在与警方对峙数小时后，警方封闭了大桥，并将枪手击毙。阿富汗独立日当天，东部城市发生14起连环爆炸案。当地时间8月19日，阿富汗独立日100周年纪念日当天，阿富汗东部城市广场、市集、餐馆等地连续发生了14起爆炸事件，已经造成123人受伤，尚未接到任何死亡的报告。菲律宾爆发登革热。8月6日，菲律宾宣布了在全国范围内爆发登革热疫情。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不要走开，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朝闻天下。以上整点新闻由春丝面条赞助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
玉山 KCH 亚洲食品进出口贸易商，专营台湾食品、杂货、珍珠奶茶原料系列及亚洲各地特色产品，独家代理玉山系列、龙红酱业、阿萨姆奶茶等知名品牌。玉山 KCH 秉持纯净、绿色、道地的理念，传承古法，积极创新，始终坚持食品安全与健康。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19 09-272-3516。早上的9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新西兰北岛的大部分范围之内都会是有雨的天气。虽然现在外边看起来阳光明媚啊，但是据报道，到下午的时分呢，还是会下起雨来的。那么在北岛的南部地区，今天也基本上全部都是有雨的天气，但是呢，是以阵雨的天气情况为主，雨势会比北岛北部来的要小一些。气温方面，惠灵顿今天是9到13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南岛，南岛的北部地区今天也基本上都是有雨的天气，在东海岸呢可能会看到一些阳光出现。气温方面 ，Nelson 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3度，最低气温是40度。再来看一下南岛的南部地区，南岛南部地区今天也基本上呢天气情况是以晴有云的为主。那么在西海岸的 Milford Sound 可能会出现降雨的天气。气温方面，皇后镇最高气温是9度，但是最低气温是再次跌到了零下，只有零下2度。那么到了明天呢，这一股降雨并没有想要离开新西兰，可以看到大范围之内，尤其是在北岛的大部分地方，全部都会是有雨的天气，而且呢，明天可能还会有小幅的降温。奥克兰明天的最高气温虽然有15度，但是早晚是只有8摄氏度。惠灵顿明天也是有雨的天气，气温最高12度，最低是只有7摄氏度，所以早晚还是一定要注意保暖的。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01 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Resin 油漆是在新西兰设计及制造的，专为适应本地独特的气候与环境。Resin 高品质油漆，耐久耐用，适用于新西兰各地。换汇在东平，纷纷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中秋节快到了，还没想好买什么月饼。中秋节咱们家庭菜就是新荣华，老字号的新荣华月饼，选料上乘，精工制作，是今年中秋最好的选择。探亲访友过中秋，买月饼就买新荣华。欢迎各大公司社团前来团购，全国各大华人超市均有销售。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抢购热线0927721168，买月饼就买新荣华。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中秋节快到了，还在发愁买什么送给亲朋好友吗？当然是去买向阳坊月饼呀！
向阳坊月饼，新西兰本地新鲜制作，选料上乘，多款口味的月饼现在已经隆重上市了。我们有传统风味、港式月饼、台式蛋黄酥，多种口味任君选择。为了方便大家购买，今年向阳坊特意推出了礼品券，买10送1，奥克兰各大分店有售。本栏目由 KVB 昆仑国际冠名播出。观众朋友、听众们，大家早上好！在整点新闻之后呢，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收看我们Panda TV 37的节目。那么在这首先要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呢，其实我们所有的节目啊，已经在我们4个平台呢播放了，就是广播电视，还有 YouTube、Facebook。朋友们呢，其实在全世界各地啊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接下来的这个半个小时时间里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新西兰家庭啊，可能每个家庭都需要使用的一个价廉物美的好产品。那就是博英除霉剂。那今天呢，很高兴的我请到了博英除霉剂的生产厂家，SKB 新西兰公司的2位嘉宾呢走进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呢来介绍一下这个产品。那么一位呢是我们 SKB 新西兰公司的总经理Aaron，欢迎您，你好。大家好，观众电视机朋友大家好，谢谢大家。还有一位呢是我们 SKB 新西兰公司的董事Catherine， 大家好，我是 Catherine。都是 C 啊。对。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请这个 Aaron 呢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啊。你们这个产品呢，其实我知道呢是在我们新西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刚才我已经说了是物美价廉，其实我自己也使用过，但是呢，可能很多的观众或者听众朋友啊，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可能我相信也有些朋友在使用。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产品是怎么开始的呢？其实主要这个其实我们是从一个先专门清洁以及除霉的一个服务业的行业做了10多年，然后我们也主要是跟一些的出租像巴富通森这些新西兰主要大的这些出租公司，他们帮助他们做这些除霉的东西。因为我们是专门是有机除霉的，所以我们在一些比较怎么说辣手的一些的霉菌的问题呢，我们在这一方面有特别的专业的这个经验，所以我们也在10多年累积了这些经验情况底下，后来就是在我们在做这个服务业的时段呢，就很多的家庭啊，他们就说，就讲，因为新西兰这个是很多季节的一个国家，这样每次换季节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冬天的时候，就霉菌的生长是几乎2天就可以看到窗旁边，尤其是窗角都很多霉菌的问题。那就一个家庭来讲，家庭主妇来讲，又有小孩啊，又有要工作。然后也不可能说每一次有霉就打电话叫这些除霉公司啊去专门为他们做除霉这个东西，因为也有很贵一下价钱，有时候说那就他们就说这样的话，那我不可能有一点的霉就叫这些除霉的人来帮我做处理吧，所以他们就说你们有没有可以为我们家庭想一套解决方案，是想说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清洁，因为他看到我们在做清理方面的时候都很轻快，就很顺手的把这个霉菌的东西解决，尤其是一些顽固的霉。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在4年前左右有这个不断有这些的需求吧，需求对客户他们给我们这些的支持跟这些的，所以你们这个产品可以说是应运而生了。那我想很多朋友为什么就想你们为什么会起这个博英Born in New Zealand， 就是新西兰产生的这个产品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博英这个名字呢，其实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在这个新西兰成长，然后它有很多主要这里是很多天然大自然的一种的
理念，说我们公司的理念就想说，我们的原料尽量采自于新西兰这种大自然天然的原料，然后 that's why 我们的产品都强调说天然、有机跟biodegradable， 就是讲易分解的一种理念，以我们开始的对产品的发展。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就是取这个名字，就是讲说我们要取于新西兰，回馈要纯天然吧，对人体对我们环境都是无害的，而且是环保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演播台上呢有这么多的产品啊。其实我知道你们这个博音除霉剂只是一个，是不是？那博音除霉剂呢一喷见效啊。那我们会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后面一个时段，还最后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还会进行抽奖。那么我想知道，就是你们这个产品，就是博音的这个产品有几大系列呢？主要我们博音产品是 focus on 2种系列，一个就是家居清洁剂，然后一个是婴儿系列，就是家居系列、婴儿系列。主要是这2个系列。对。我知道还有个护肤系列是吧？也有。对。对，但是那个现在我们比较就是在新西兰，我们不是主要的 focus，就是我们是比较多在国外。现在在国外。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在冬季呢，其实我们新西兰的每个家庭或每个人都会遇到啊，可能家里面就是有这个发霉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情况啊。那我们想就是说，刚才也讲到了这个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主要是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博音的这个除霉的系列产品。那么这个博音除霉的这个产品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呢？可以说对除霉来讲，就是before 这个我想加一点点的怎么讲 tips，给观众、听众朋友，因为在我们做除霉的这个工作里面，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同的问题。我们发现到很多的一些的客户，他们通常尤其是天花板长霉的时候，他们会是油漆过去那个天花板。其实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因为霉本身是一种生物它会去繁殖，所以如果你把那个油漆过去的时候，它在2-3个月你会看到这个油漆裂痕破裂的问题，所以这样的时候你们再去处理的时候可能会花更多的钱，更费劲。我们的建议说，可以小小一个好温馨提示，讲说，如果有霉的问题，最好你们先把这个霉菌清除了过后，然后再做一个清洗，然后油漆上去，这样的话可以比较长久的去保护你的那个wall and ceiling， 就是跟墙上。对，那我们其实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博音系列产品啊，我想因为我也使用过啊，我觉得非常的好使。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说，可以立即看到这个除霉效果，还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只要一喷就见效了，对不对？而且呢，它可以生物降解，对环境、对我们人体啊是没有任何损害的。那我们接下来请导播呢放一个片子来看一下，我们的除霉的这样的我们博音除霉剂一喷见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放一下video看一下。
好的，观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博音系列产品的介绍。那么在前半段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博音产品的除霉产品它是怎么来的，然后呢，它用那几大系列，为什么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刚才呢我们那个 video 呢没有放完就进我们的广告了。那我们请导播呢再把那段视频呢给我们大家放一下，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呢就可以感觉到我们这个博音除霉产品可以说是一喷见效。咨询。另外呢，我们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还会来进行抽奖。那么我们进行抽奖的这个通关的密语呢是博音产品一喷见效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呢是在各大我们奥克兰的亚洲超市都有销售的，是不是？好，那我们导播呢就请我们导播把这个视频呢放到这儿。我们接着呢要跟朋友们来聊一下，为什么这个博音系列这个除霉的系列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解决方案呢？好，我们这时候应该我邀请我旁边这位有3个孩子的妈妈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她这么热爱用这些产品。对，虽然说我是这家公司的人，但是我觉得以一个妈妈的角度，因为我有3个小孩，然后最小的才14个月，所以我们的产品，首先我先跟你就是大概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我们产品之所以跟别的除霉产品不同，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第一，我们是有机认证，所以我们必须拿到有机认证，里面有很多成分是有效成分，我们是不能放进去的。但是我们同时间我们有办法保持它的效率，所以基本上我们是 BioGo 认证，然后里面是没有消碱，没有 caustic。所以这个都是一般除霉剂会晕伤你皮肤好了，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有热线进来了，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听众。你好。我刚开这个你们的电视就看到你们有讲那个除霉的产品。对，博音除霉产品，对。刚好我就看到了这个，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冲凉房上面有长霉呀。冲凉房长霉这是很常见的请问一下，用什么办法你们的产品可以除霉吗？Aaron 解释一下好吗？好谢谢这位听众。其实厕所长霉主要就是在那个我们讲 grout， 就是厕所的silicone， 对，那个硅胶里面长霉。其实我们有个非常好的产品，我们说我们的其中一个明星产品，就是说我们这产品呢，你能够就是在干的记得在干的表面上，因为我们是degradable 的，就是会分解的，所以你们在干的表面上，你们喷了一喷，然后就可以去睡觉，什么都不需要擦，不需要去任何的擦的东西，就是去喷一喷就可以睡觉，不需冲洗，对，不需要冲洗，然后它就会清除掉这个硅胶里面的，它会渗透进去，清除掉里面的霉菌。是这样子的。好的，那我请问一下吧，如果它是那个霉的那个硅胶霉是在里面嘛，不是在面哦，你们的产品有效吗？就喷了会渗透进去，会没有掉吗？对，一般来讲，你们大概是在30秒就可以看到它的反应效果。一般来讲，在除霉的状况底下，3分钟到5分钟，你就可以慢慢看到它消失了那个霉，是这样的。现在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呢？主要在各大亚洲超市、太平豆腐店都有销售我们的产品。好，那么这位听众，你知道了吧？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呢，可以拨打SKB 这个公司的一个然后他的这个热线电话0937673883767388，就在我们屏幕的下方，好吗？好，那么谢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好，那么我们还有。好，我们接下来呢要进行我们今天节目要快临近尾声了，我们要抓紧时间来进行抽奖。那好，那么这位听众您好。
哎，你好。你有什么问题吗？哎，是这样嘛。我跟你说啊，我之前我不知道谁送我的，是你们，好像是你们的品牌。哇，我用的真的是超好，尤其是那个冲凉粉那个硅胶。可是我就之后我用了之后我就忘了，我就一下子没问到我的朋友。我想知道你们的产品在哪里我可以买得到啊？跟前面一个听众的一样啊。艾伦来回答吧。好，没关系。主要在各大亚洲超市，其实在大华、太平豆腐店这些，还有其实遍布整个奥克兰，我们有80多家店都有销售我们的产品。你们可以跟他说，就是。80间呢，除了那个太平就有没有其他一些的对，其实我们在主要各大新西兰那个有机的洋人超市，像 Huckleberry、Common Sense、Bin In 都有销售我们产品。Huckleberry 都有啊。对。还有 Bin In， 哎，那这样子的话那好，那这正好我就可以过去买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到这儿，感谢我们观众、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欢迎继续收看我们接下来。
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中文天下》，我是 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看到了很多的听众观众还是不能自拔的在询问家里除霉的事情，你就可以想象新西兰这边有多潮。我也是很在意的，尤其是浴室，就是咱这个，你看这边啊，咱在中国的时候，浴室都是完全是砌起来的一个房间，对不对？但在这边很多都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淋浴房扣进去，在那个扣的那个玻璃胶的地方，就特别容易长霉，而且棚顶也特别容易长霉。就是你够不着的地儿。还有，如果要是家里边现在用的那种是浴帘的，哇，那个浴帘底下的地方特别可怕，哇，那简直就是没有。之前很多人都说，你看底下又有那个肥皂水，又有霉，好多人就说干脆我过一段时间就换一个。对。但是刚才看那个广告片里面不就说他们喷上去以后就可以消退？我觉得霉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是霉，一个是尘螨。因为新西兰这边有很多人是过敏的，就是反正我家里谁不过敏呢？哇，那就是此过敏和彼过敏，它俩不是一种过敏。哇，我真的就是你在这个比如说沙发上，然后床上，然后你这些比如说这边现在冷，浴巾还有那个 blanket 毯子你盖的，对不对？尤其像我们家这种有狗的，是吧？真的是想想，但是现在这个如果真的像那个喷了以后，马上比如拿吸尘器吸一下管用。那真的是解决大问题。我跟你说，如果要没有那个东西，你只是拿吸尘器，新西兰的这个螨除不掉，就它只是灰，就你真正让你过敏的那个螨其实是除不掉的。就是某森牌的那个吸尘器啊，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头专门为了吸床的，它呢就是有一个敲打功能，就是它是把它里边的那个对拍，它有一点点就是还在里面震动，有马达震动，它就说，但是你看吸完了以后全是灰。其实说到这儿，想问问大家，可以来共同讨论啊，就是大家多长时间会换一次浴巾和床单被套？多长时间洗一次换一次？那浴巾你不用？你不用说每一天，我不相信。不，那浴巾你大概用几天？然后比如说，因为这儿又很潮，其实现在我基本上我觉得我可能每天都换，因为现在是真的潮。每天啊？不是，因为它湿的不干怎么办？那你家太潮了。对，就湿的不干的话，你第二天还用这个湿的毛巾来擦吗？对不对？我就会换一条，我就拿去洗，然后就直接洗完了以后就直接烘干我就再用。然后，但是因为我家浴巾很多，我大概有那么10几20条浴巾吧，就堆在那个厕所的一个格里。所以一般大家可以来说说，可以发信息或打电话来说一说，就说在新西兰这边，你大概多长时间会换一次浴巾？多长时间会换一次床单和被套？我记得印象当中，我有看过一篇文章，这是本地的新西兰本地的一个新闻当中，他就在讲，算文章吧，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好像像浴巾这种东西，1个星期是要换一次的，至少1个星期，就最长不要超过1星期。对，1个星期就差不多平均1个星期要换一次。然后说床单和被套好像是1个月，但我觉得我好像做不到。太长了吧？床单和被套也要那么勤吗？1个月勤吗？我是觉得还蛮勤的，所以说我就不知道这个大家的标准是怎么样的。床单被套那个东西，我不会我不会那么勤。我会。你1个星期会不会换一次床单被套？没那么疯了，1个星期换一次也太疯了吧？2、3周的样子。我有一个自己的，但是我不会超过1个月了。我也差不多，就平均下来啊，差不多1个月换一次床单被套，然后可能1周会洗一次浴巾。我还有一个邻居啊，我邻居特别妙的一点是怎么样呢？他是，他应该是印度裔的马来人，然后呢马来西亚人，然后他呢就经常洗完了衣服就晾在外面，可是现在下雨啊，他们不管的，他不收的，对的，他就是让他下雨，没关系，然后下完雨以后再干，但是最近大家知道最近的这个雨夹杂花粉。那个大家不是说车上落了好多那种黄色的，以为是泥，但其实是花粉。但其实就算不是花粉，最近的雨也不干净。对呀，看自己车就知道了。就是那个就是花粉，然后那个人家已经出来证实了。然后好多人不是说我一招就感觉回到了那个就是沙尘暴的北京什么一类的。其实不是沙尘，是花粉。OK， 正好现在是一个某种松树在散粉。对，这是它没开春呢就开始散粉了。因为前段时间不是风大嘛，把这一阵花粉就吹过来了，所以它就正好随着降雨降下来。但我想说，就算你没有这个花粉，但是这是他们的一个习惯呢。但是新西兰本地人很多人是这样子的，我看到太多次。还有什么床单被套，就是晾在外边，下雨就下雨，然后什么时候它干了，什么时候收回来。我就觉得那它洗了是不是等于白洗的样子？
不知道啊，就挺有趣的一个现象。所以大家啊，如果要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平常的这个洗是怎么个洗法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时间关系啊，已经到了9点38分，我们继续再跟大家来。其实刚才说的这也算新西兰新闻啊，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说这件事儿也是在提醒所有的听众和观众，尤其是可能年轻孩子。家里有小朋友的啊，住在这个比如说经常又不能去接孩子的。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是新闻直接出来，也是由算是警方吧在提醒大家，就是说到呢，有一位新西兰的高危险的性侵罪犯即将要刑满释放了，但是评估呢就显示说，这一名犯人其实他并没有所谓的改过自新，对他的这个再犯的风险也是非常高的，甚至连这个法官直接都说他呢很有可能会再次对儿童来实施这个性侵，他还感染了艾滋病，所以说呢，在这种风险之下，那么法官呢是判他虽然刑满出狱，但是呢要在类似于像家庭这种看管，是判了他7年的时间。这个反正就是因为现在奥克兰的这个法庭的法官就觉得说，你这个实在是太危险了，尤其你这个案例又这么特殊，然后所以说呢，我们相对来说，你虽然即使现在他刑满释放，他是刑满吗？我觉得他是假释出来的，没有，他是真正的刑满了。就是不是假释，他像他这种人完全没有过改过自新的意思或者评估的，不可能被假释的，不可能同意他假释。所以他现在就是之前判的刑已经服完了。对，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人的经过啊，大家来听一听。就是一方面呢，这也是新西兰法律的一个代表了啊，就说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Laken Sherry McKee 对吧？McKee，然后呢，他曾经是在2005年的时候，就是因为2项性侵儿童罪被判入狱了。当时呢，他出狱了之后，结果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再犯。这一次犯直接就犯下了18项性侵儿童的罪名，并且呢是被判入狱9年时间。才9年？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才。就是个人意见啊，个人感受。他是在2005年被判了一次出狱了，出狱之后在2010年又犯了，结果是判了9年时间。然后当时就说呢，他的所谓的性侵的这些儿童当中，包括了12岁以下的女童，也包括了12岁以下的男童，而且都是几个，还不是一个。那我跟大家说，为什么这次这个里面有男童有女童啊？当然了，他这个人其实也是算有故事背景的吧。他其实呢是一名 transgender 变性人，就是变性人。然后他在出生的时候呢，他是男性，然后但是现在的身份呢是女性。他其实这个人哦，真的是怎么讲？他的艾滋病是在监狱当中染上的。他就第一次入狱之后染上了艾滋病，然后他出去了之后又犯了案，送回到了监狱当中，判了9年。现在呢，等于说9年的时间全满了。他自己虽然说他为什么会把自己的性别改变，其实是他在服刑的期间就跟别人说，我控制不住自己，所以我就要变性。然后呢，医生的评估的意思是说，并不能够起到任何作用。就说你虽然变性了，但并不代表你出去不会性侵儿童。而且根据他出狱之前的这个评估的报告，就是说他现在其实完全是处于高风险的。他甚至在自己身上是纹过纹身，就是意思就是说提醒自己 no more，不要再犯了。可是精神方面的评估是说，那他是精神问题，他是精神问题嘛，对吧？然后，并且你说他现在有这么强烈的犯罪动机，然后大家不是也就开始说，他要严格监控，然后限制特定人群交往，然后定时向假释官报到，然后等等等等等呢，还有说安装这个 GPS 的这个监控装置。我觉得不管现在警方以及法庭怎么来限制，作为广大民众方面呢，能做到，你还是会害怕吧？对，能做到最好的呢，就是说注意吧，
你说我们怎么能呼吁对，我们怎么能呼吁这个事儿呢？你只能说让大家就是多个心眼。对啊，反正在3周之后，这是警方给出的一条信息嘛，所以他的意思也是在说，而且他没有什么肖像保护了，也没有什么姓名保护了，直接名字肖像都，因为他已经都刑满释放了嘛。再说我还有一点啊，就是跟大家来说，当然我们尊重每一个人出狱之后的生活，它虽然是这样一个高危高风险，当然是法院评估的啊，但是即使肯定我相信也有很多人会比如说来指责他，或者是来抨击他，他的生活肯定会很难，但是只要他不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当然我们是从主观的心态上希望他能改过自新的，对吧？就这么说吧，就我们不会主动去，比如说你看到他也没干什么，你不会炸着他，然后来指责他。我觉得新西兰人应该不会，就是不能说肯定会有极个别的，我觉得大部分人不会的，要不然他也不会把这条新闻就这样拿出来跟大家说。我相信大家还是不会的。可是问题就是呢，你说这种人，我就在想，你说作为社会，作为新西兰政府，是不是应该把他送去更适合他的地方，比如说去治疗，或者是说。监狱肯定不行了吧？人家已经刑满了，我这个刑至于够还是不够，那我们就不说了。就是反正他现在刑满了，是不是应该把他送去更多的适合他的、更多的治疗，或者给他找一份工作，或者在一个什么地区，让他不要就这样走下去。对。所以这条新闻看完了是挺让人觉得心酸的，但是无论如何，大家看了之后还是要小心一些就好了。时间关系啊，9点45分。
大家好，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最后一节9点48分。我是 Damie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还剩下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件事情，就是关于 Uber Eats，轻松点的事儿，对吧？然后今天也说了今天我们试图把这个氛围弄轻松一点。最后这节呢是昨天我在这个一个广播上听到，就是说 Uber Eats 进入新西兰以后呢，经过一段时间挣扎。然后上次我们说了，这个餐厅跟他们也挣扎，然后很多餐厅被他们挤的都关掉了门店，现在变成叫那个厨房餐厅。哎，叫什么？他们有一个词儿不叫厨房餐厅，叫 ghost， 就是 ghost restaurant。对呀，叫啥呀？幽灵餐厅。对，幽灵餐厅就是没有店，没有门店，就是只有厨房的，只有中央厨房这种。然后呢，昨天他就说到一个现象啊，他就说没想到他会对 Uber Eats 上瘾，他就提出这个论点。就是说他说啊 ，Uber Eats 大家评论好与不好，商业跟商业之间的竞争我不管，但是我现在上瘾了。我们就会感觉说，哦，你才上瘾，你才上瘾啊！然后我昨天就真的很想，他说，他就说你有没有打电话进来，然后那个跟我们来聊一下，就说上瘾这个事儿。我想说，你应该去中国一下，别说大家都上瘾了，都上瘾啊！哎，你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因为大家都懒吗？就说为什么他会那么容易上瘾？这个女主人就说，她说她上周末，整个周末6顿饭都是 Uber Eats， 从早餐、中饭、晚饭，然后都是这个。她说，并且最可怕的是什么？他们家那块就那一个 Uber Eats 送餐员，就看到这个女的，然后就是从早上披头散发，然后在家，然后送了3餐。然后都是他，第二天还是对，然后他就说，我当时就有一种被这个男的照顾的感觉。也是哦，你说一个周末6顿饭，同一个男的给你送的，是啊，而且还送的不同的吃，对啊，是有一种。你说有很多区，他就肯定就是说，就有1-2个人在那个区，然后送嘛，那肯定是。对啊，你也不可能说我满城跑。哎，讲真的，就是说在新西兰这边，像我是没有住在过 City。所以我并不知道，我是听说，就尤其是现在华人有好几个的这种送外卖的公司，有蓝的、黄的，还有红的，好，还有黑白的，好像还反正 anyway 了，反正好几家了。嗯，然后呢，我是听说啊，如果要是在其他的地方，反而就是邮费会很贵，但在 City 很合算的样子。行，我们来听一下观众朋友们啊。嗯，早上好。早上好。喂，早主任。你是想说你也上瘾了吗？不，我不吃那些，因为没有，因为他收送餐费。对呀，我觉得挺贵的。为了送餐费而不叫他们。很贵。不行，那我自己去。哎，这个真的是跟我一样。我来说一别的哈。你说问您2个问题哈，一个是你说这个社会上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好人多呀。是吧？应该是好人多。那你说，如果要是好人多，你说那个国会议员呀、政府啊，包括警察，是应该保护好人，是应该保护更多数的人，还是应该保护极少数的人呢？你看啊，这个观点就不同了。我给你解释一下。虽然说呢，在我们理论上可能会觉得说应该保护大多数人呀，可是我们大多数人不是弱势群体。对，他不是好人坏人，他是保护弱势群体。好。那他既然是坏人，他怎么就是弱势了呢？那他服刑完毕之后，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再开展生活的能力啊？我不说服刑的。那你说谁嘛？我说他早上起来敲门的。对不对？他是弱势吗？对吧？那你说他敲我的门，我给他开了，他把我绑起来了，你说谁是弱势？你。我就弱势了。对，我没给他开门，他就是弱势，因为他穷，对不对？我倒也是。对呀，他的弱势，他这坑挖的一个接一个哎，他的弱势已经定型了。他把我变成弱势，我现在连求救的机会都没有。你说你警察到时候再保护我，你就没机会。所以你别开门，对不对？所以别开门啊！强调一遍。你说你这个，你说如果我们把在一个社会中生活，你都不能够依靠政府，不能够依靠这个警察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你觉得？靠自己，那不是跟卢旺达差不离了吗？所以这就是说的社会本质，就是警察和政府他们有点太偏激了。我不认为他们做的是对的。你不觉得这是民主社会当中的一个产物吗？尤其是在过渡，有的时候是不是叫过渡了？对，没错，是不是？民主归民主，正确归正确。
你民主为什么你老拿民主说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那是选票。是。如果你告诉他，今天我们的选票跟民主不划等号了，你试试，就这样子。我再说一个，早年咱们这个年纪都听说过大跃进，中国的嘛，对吧？咱们都听说大跃进，说什么这个麦浪上能踩人，麦浪上能跳舞。你现在看那个新闻，你是不是觉得很可笑？我当时小的时候学的这篇文章，我觉得当年的人是傻吗？麦子怎么可能上门睡觉？我就这个想法。可是呢，那个年代的人真的相信。我想请问，为什么？是那个年代吗？不是。这个就是刚刚你说的，就是社会，你这个政府怎么引导人民，让人民去相信。同样，居然到现在的这种社会上，居然还有人相信10年10万套房能再改变。为什么要落在这儿了呢？我就知道他肯定是说哪一个东西实现不了。那不是刚才说你的 KV build 吗 ？KV build 吗？你这个挖了一个坑又一个坑，还给我们带沟里。这个是很形象哎。是。你那个都不会，你都会笑话。以前的人好像很幼稚。你现在的人居然能相信？我们相信10年10万栋，好像没人相信。尤其是不是我们好像很多人不相信。对，很多人不相信，但很多人还是相信的。是。为什么你为什么那个还是那句话？为什么很多人不相信？是因为你们不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都相信，要不然人家不会上去嘛。好，对不对？是的。好，你政府对吧？你说的非常好。由于时间关系啊，你这两个正好把我今天讲的2个新闻全给总结了。好的。好，没问题，感谢。其实说到这儿，我那天还跟我身边一个朋友就在探讨说，你没有发现，其实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的大多数还是容易被洗脑的。你承不承认这件事？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咱们说过很多次，说了民众是单纯的。可能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件事。民众是很容易洗脑的，这个是我对吧？对，是的。而且你就想，我就跟大家说很多次这个例子，就是现在新西兰有很多人相信，只要是小企业主。今天早上我听广播，然后就是那个有台广播，然后不是另外一家啊，本地的，然后他就说，那也是我们的有台，你什么意思呢？但是大家很多人就会想到那另外一家有台，然后他就说了，说你看现在啊，政府是为了目标而去够那个目标。他是因为他在选的时候定了目标，他根本没有说，因为很多其他国家他定了目标，但是他上台以后是做另外一套，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们的政府呢，就是有一股气，你知道，就是说我非要够那目标，但是我不管这够目标实不实际了。对，就是这10万套住房，就像刚才说的，你不管你相不相信了，我现在因为你说我实现不了，我就弄要把它弄出来，吊着这口气儿，我就把所有的房子全划为 KV build， 我也要弄成10万套，买，是吧？是，所以好了，时间关系啊，到9点57分了，这说的还挺有意思的。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好。